我国的空中力量是世界第3，但是你敢相信吗？这支部队最初竟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建立。要想知道其中的缘由，那就跟我一起走入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1945年8月15日，鬼子早已是穷途末路，我军的曾克林旅长率部攻打辽宁凤凰城，但由于鬼子负隅顽抗，只能让参谋长金主任不是陆好天组织敢死队。咱八路军是给老百姓打天下的，死了也值，那是光荣，一人牺牲，全家光荣。参谋长，大小个子不用动员，下命令吧。可就在老陆带敢死队冲锋的时候，鬼子的飞机袭来，给我军造成巨大的伤亡。老陆端起机枪对着空中发射，却是毫无办法，无奈部队只能停止进攻。他向旅长建议去炸毁机场。你这话说的根上，就不能让小鬼子的飞机在咱们的头上下蛋。然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鬼子机场却传来广播：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所有鬼子都必须放下武器投降。这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一是放下武器投降，二是继续负隅顽抗，当然还有第3种，那就是举枪自杀。航空队长阿布信义勃然大怒：只要再敢想自杀，就是叛徒，和他的家人一生都将背负着这个耻辱。他并不知道副队长森井已经疯了，不但枪杀收听广播的士兵，还到处宣扬绝不投降，甚至要杀掉这里的妇女儿童。不能滥杀无辜，谁都得死，谁也没有权利活着。对，我死也不交枪。这时阿布信义站了出来，想用队长的身份管住这个疯子，结果森井根本不买账，他要杀死所有人然后自杀。川口忍不住和森井对起了垃圾话，两人还大打出手。阿布信义果断开枪制止，把森井给我压起来！谁敢？现在就割杀我了！正副队长决裂，阿布信义建议去机场南面的农场，避免发生血案。脑袋清楚的人都跟随了他。阿布信义转头就回家收拾行李，他的计划是先想办法逃到朝鲜，随后乘船回国。女儿川岛发出灵魂拷问：我们真的能回国吗？不知道，听天由命吧。为了尽快到达农场，所有人都必须轻装，可出门的时候，卫兵却将他们拦了下来。原来森井已经下令，所有人都不能离开机场。无奈阿布信义只能站出来，想用队长的身份命令众人，结果卫兵更兴奋了：谁离开机场半步，就地枪决！看来还是枪口比语言更具有说服力。阿布信义逃出了机场，森井却先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妻儿。明年的今天，就是我们一家人的节日。我送你们先走一步，然后就来找你们。总击破机场，一颗枣也不能留下。没看得，死！眼前的鬼子竟如此疯狂，明明日本已经投降，却仍要进行最后的反抗。而且为了避免我军夺取飞机，他下令将这些东西全部炸。整个机场忙成了一锅粥。还好我军战士及时赶到，对着鬼子发起了进攻。这群家伙完全不是对手。森井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趁战士们救火的时候，偷偷开上了一架飞机。就在这时，老陆搭乘吉普车出现，森井更加兴奋，殊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笑出声。杀！这漂移技术，藤原拓海看了都直呼内。森井被老陆一枪击毙，然而飞机还在行驶，老陆果断跳上去，推开驾驶舱后，像林小可爱一样把森井丢了下去。但他也不太懂飞机，瞎按一通后，竟让飞机停了下来。小鬼子我都打跑了，我都弄不停你！哼！哎呀，这宝贝疙瘩啊！可惜的是，有几架飞机被毁。与此同时，两个消息传来：一是鬼子航空队的大部分人已经逃走；二是旅长命令老陆带先头部队开赴沈阳。老陆将孙刚留了下来，让他收缴这里的鬼子，同时找到那支逃走的部队。不久后，老陆乘坐的火车却被苏军拦下。原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，东北3省将要交给国军，无奈老陆只能转变战术。布尔什维克，他们是一家人。大瓦历史，布尔什维克，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大瓦历史。苏军便松口，允许我军驻扎在苏家屯，而老陆理解的是，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沈阳。不久后，老陆和旅长碰头，上级指示部队不能使用八路军的番号，现在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，而且要避免和苏军接触，防止发生冲突。但老陆的心里全都是逃跑的那支航空队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机场附近的百姓痛恨小鬼子，不顾战士们的阻拦，进飞机砸了个稀碎，还拆走了许多仪器。注意看这群恶疯的小鬼子，下一秒，你们这是在找死！鬼子头为何要这么做？原来日本已经投降，如果让百姓看到他们糟蹋粮食，一定会引起冲突。
阿部信义真是一语成谶，几名百姓出现，鬼子立马举枪去追。混蛋，不许开枪！你们谁敢向中国百姓开枪，我先杀了他！芥川说出众人的苦衷，接连10几天的行军，士兵早已疲惫不堪。阿部信义只能带部队去附近的上汤村休整。一看到小鬼子，百姓们吓得惊慌失措，全都跑回了村子。阿部信义下令部队停止前进，让宫崎先进村打探，不要开枪，不要伤害中国百姓。嗨！但横田和川口毫不讲理，公然夺走老乡的粮食和母鸡，甚至还出言威胁。百顺也只能吃哑巴亏。二拐啊，趁着外边乱，你赶紧报个信去。哎，不管是国军还是八路军，碰着谁算谁。转眼间，二拐就来到沈阳城。他注意到包子铺的几人有枪，便迎了上去。要不是说出实情，差点被孙刚给毙了。很快，二拐就见到了老陆，他决心收掉这100多个鬼子。政委特意叮嘱，给他们讲一讲俘虏政策，争取和平缴械投降，完整接收装备。可等众人赶到，鬼子已经架好机炮守住了村口。老陆通过装备推测，这是从飞机上拆下的机关炮。他猜测肯定是从机场逃走的那群鬼子。老陆知道对方肯定不会开火，现在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叫他们谈判。阿部信义的心里也很清楚，开战就是自寻死路，便和老陆进行谈判。老陆指出路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无条件放下武器投降。但阿部信义却说要向国军投降，我军没有合法性。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回了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我们民族的尊严，这就是合法性。如果阿部信义犹豫不决，等苏军赶到再投降就太晚了。到时候这群鬼子只能去西伯利亚当奴隶。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下登陆之日。苏军的处理方式真是大快人心。阿部信义也明白这个道理，说明天就能给出答复。但当孙刚听到他们隶属于航空队，误以为是在凤凰城炸他们的那伙鬼子。他们是飞行教练航空队，是教飞行员开飞机的。他们没有打过仗，没有杀过中国人。老陆为了表达我军的诚意，他承诺阿部信义等人可以不上缴军刀，这让对方十分吃惊。不投降，这群鬼子根本无路可走。但横田和川口仍有疑虑。而在另一边，老陆给大家讲起了故事。原来他还曾是延安航空队的学员，由于卫国战争的爆发，一直也没能得到学习的机会。不过很快新的机遇就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川岛找到老陆。他虽然是日本人，但从小在中国长大。川岛答应可以交出武器投降，但有一个要求，给我们人道待遇，保证每个日本人的生命安全。好，我答应，凡是放下武器的日本官兵，我们都会优待。第二天上午8点，受降仪式正式开始。所有鬼子都放下武器，摘掉军旗和帽徽。从此刻起，他们就是俘虏。我军还大度的不搜鬼子的身，而且按照约定没有让他们交出军刀。能不能把你的手枪送给我？一个鬼子俘虏竟敢要东北军区首长的配枪。故事要从首长建航校说起。现在迫切需要飞行教员，而老陆那边正好有这样的一支鬼子战俘，首长便准备接待他。阿部信义等人乘坐火车前往沈阳，但当地百姓不知实情，冲上火车想手刃这些恶魔，场面一度混乱无比。老陆只能解释，咱八路军有规矩，不行欺负已经投了降的人啊！小鬼子，他们就是投降了，他们也是恶魔。看这招不管用，他便转移思维，说要带鬼子去沈阳赎罪，让他们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还不给饭吃。老乡们这才放过了鬼子们。当然，我军肯定不会这样做，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中国的老百姓心口上都有一道疤痕，你们别怪他们。日本人对中国人是有罪的。随着火车到站，阿部信义等人也见到了东总首长，对方表明立场，来航校当教员完全在于他们愿不愿意。阿部信义却打起了马虎眼，说办一所航校十分困难，而且训练飞行员十分危险，需要严格的纪律。首长都答应了这些要求，而且阿部信义等人就相当于加入我军，在政治、人格还有身份上和我们的官兵同等待遇。除此之外，首长还帮他们解决饮食习惯问题。我军的诚意没得说，阿部信义很感激，但他却有个不体面的请求，那就是让首长把配枪送给自己。这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，可首长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。你真的送给我？是的，这支手枪伴随我参加了2万5千里长征，有特殊意义。此番的赠枪举动，代表我军无条件信任这些鬼子。这件事情并非虚构，而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。阿部信义的原型为铃弥一郎，此人十分勇猛，忠心耿耿，是日本空军中的佼佼者。当时负责谈判的是彭真书记，铃弥一郎没有立刻答应，反而是向参谋长武修全索要配枪。没想到武修全毫不犹豫赠送给了他。铃弥一郎十分吃惊，
他们投降仅仅4、5天，并且没有明确答应下来。武修全就将心爱的配枪送给了一个尚未建立信赖关系的人。回到我们的剧情，阿布信义通过赠枪这件事情答应留下帮忙，因为他明白，送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把手枪，他送给我的是信任。回去之后，阿布信义将赠枪事件讲给了众人，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尊重和信任，大部分人都愿意追随。川口和横田仍不相信我军，这两人也是一个隐患。阿布信义之所以要留下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他曾在战斗部队待过。某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目标地区有大量居民区，阿布信义将炸弹都投到了江恶。从那天起，我在思考，日本军队在残杀无辜的百姓，是赤裸裸的侵略。我厌恶这场战争。我以身体有病为由，离开了作战部队。要不是因为你们是俘虏，我现在下令消灭你们！老陆为何如此动怒呢？自从鬼子航空队投降，我军优待这群俘虏，不但让他们洗澡和睡觉，还提供粮食。大伙没得吃，马路没得吃，给你们拿来了，吃吧。宫崎看着地上的大，感到不可思议。当初他们征粮食的时候，付钱也买不到，现在竟免费给他们。而且在当时，鬼子曾压迫老百姓，私藏大米是犯罪。阿布信义是农民的儿子，他发现这些大米刚脱壳，农民把明年的种子都拿出来给我们吃了。在这群鬼子吃饭的时候，外边却突然传来枪声，原来是一群伪军向我军投降。而对于这群家伙，审判进行的尤为严格，这让不少鬼子认为我军真的是很优待他们。突然哨声响起，我军有明确的吃饭时间，可川口和横田却因此不服，和战士们起了冲突，还是芥川打圆场，这才化解了危机。我们八路军有规定，不管是打仗还是平时，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把饭吃完，这是纪律，必须服从。我们服从。川口非但没感激我军的优待政策，还私自藏匿手枪，他根本不相信我军。而在延安，林福祥重新组织航空队，按照主席的指示奔赴东北进行学习训练，而老师就是阿布信义等人。这个小组不乏专业人士，有国军少校飞行员薛建生，还有日本人原田。从南昌起义到现在，我们吃够了没有空军的苦头。目前我们的物资非常的匮乏，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。今天我们在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保证，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合格的飞行员，让我们自己的空军早日飞向蓝天。然而在上汤村，这群鬼子竟和百姓剑拔弩张，要不是老陆及时出现，真就出大事了。其原因竟是鬼子不知足，偷了老乡家的鹅。老陆没想到川口和横田竟如此狼心狗肺，便让孙刚收缴两人的刀。阿布信义也赶紧道歉，说是自己的管教不力，而老陆却要带他们去上一堂思想教育课，教室则是坟墓。你们仔细看看，墓碑上的日子都是一天死的。日本军队在这发扬血债，他们没有吃没有喝，紧衣缩食，供你们吃，供你们喝，供你们这些仇人吃喝住。你们冲他们动手！阿布信义等人默默摘下军帽，向这群惨死的百姓道歉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既有对百姓的愧疚，也有着自己的私心，那就是将手下的这些人安全带回国内。不久后，东总首长找到老陆，向他传达了将在东北建立航空学校的命令。这里160多座机场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而且老陆手下有100多名日军飞行教员。首长准备亲自接见阿布信义等人。这位首长的原型就是历史上的武修全参谋长。老陆转头就回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阿布信义，说出了我军建航校以及东总首长亲自接见他的消息。阿布信义还有些不敢相信，这竟是一个战俘的待遇。同样他也明白，这是一个赎罪的机会，毕竟在西伯利亚种土豆，那可是要命的工作。八路把我当成君子，而你却让我变成了小人。就在前不久，川口的妻子由于害怕，将川口藏枪的消息告诉了阿布信义妻子。阿布信义严厉地惩罚了川口，还拿着手枪向老陆请罪。谁留的手枪？如果是我的，不可能！老陆却打断孙刚，此事他不再追究。与此同时，老陆也接到命令，要回旅部一趟。没想到旅长的安排竟是让老陆带一营去山里剿匪，而那些日本人要等延安航空小组，但从延安到东北，没个小半年根本走不到。老陆曾是延安航空小组的成员，他自然不服气。
你既然成立了航空队，你非要把我从天上拽下来，你这不糊弄人呢吗？这不是？怎么说话呢？心里话。这时政委送来助攻，一番好话下来，让旅长放过了老陆，但接管航空队需要不少的物资和 W， 这就需要找司马处长帮忙了。我要领部电台，还有钱，有多少算多少。看着干什么？上！除此之外，还帮二拐弄了身军装，他也正式成为我军战士。洗劫完吕布，老陆的心里却有些舍不得老部队，但他也明白建立空军迫在眉睫。然而就在众人兴高采烈地返回上汤村后，却听到了枪声，一伙国军特务妄图干掉这些鬼子飞行员。战士们成功解决几人，但还是有一个冲进院子，并且挟持了川岛。叫你的人把枪放下，把教官开枪打死他！来个鱼死网破！对付这种小毛贼，老陆自然心里有数。他先命令战士们放下武器，随后一步步退出院子。那边人别动！不得不说，老陆和孙刚配合太默契。为了安抚这些受惊的日本家属，老陆便将大家带到广场分发物资。但此次的风波也让老陆和孙刚警觉，这一路上打飞行员主意的人肯定不少。阿部信义十分感激老陆救下自己女儿，而对方带来了个更震惊的消息，那就是让阿部信义担任航空队的副队长。既然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了，你应该进八路军的军里。当谈论起机场的飞机，芥川却十分担忧，因为飞机不是卡车，就算是少了一个零件，那也飞不起来。老陆并不知道飞机已经被砸的事情，他决定赶紧前往凤吉堡机场，亲自看护飞机。司令命令我把他们带回去。长官历史，你要放行。金主任又遇到苏联老大哥，这都要从部队开拔凤吉堡机场说起。老陆担心飞机丢在那里没人管，很可能会无法使用。他便下令让阿部信义等人2小时后出发，每天行军80里，妇女儿童上卡车。阿部信义认为太草率，请求明天再出发，这被老陆断然拒绝。2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够了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10分钟我们就开拔了。老陆考虑到芥川年龄大，让对方坐卡车，同时关照下妇女儿童，但阿部信义认为这根本不可能，他们是徒步又不是坐飞机。这时二拐给他送了件秘密武器，但阿部却认为这种鞋穿不了多久就烂了，并没有换上。晚上休息的时候，阿部信义早已疲惫不堪，老陆忍不住吐槽：开飞机你行，行军走路你可是个外行了啊！阿部信义换上布鞋，果然舒服多了。而老陆之所以让阿部信义一起行军，是因为我军官兵平等，此举也是为了让阿部信义在航校里树立起威信。第二天，众人又偶遇苏联老大哥，可当苏联人看到后面的鬼子，立马举起手中的枪，坦克也缓缓转动了炮台。老陆急忙用4级俄语解释：中国的布尔什维克，长官历史，明白？日本人，他们投降了。说完，还让阿部信义等人举手投降。可苏联人想抓他们去西伯利亚种等斗，无奈老陆说他是奉老总的命令，要带鬼子去沈阳。苏军这才收枪离开，还不忘和众人告别。孙刚却发出灵魂拷问：什么打死你大娘？这是苏联话再见的意思，打死你大爷！打死你大娘！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，老陆找到了附近的一支连队，直接洗劫了他们换洗的军装。他软硬兼施，甚至还搬出了东总首长。出人意外的是，老陆还为川岛特意准备了一身。众人再次出发，却在一处暗堡遇到了芥川和家属们。原来是因为卡车没油了，老陆便招呼孙刚卸下物资扛上继续行军。阿部信义却持反对意见，卡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不能用就是个废物。老陆让芥川带上技术人员，跟自己先去机场。这里虽然有一个班的战士看守，但飞机早已变成了破铜烂铁。老陆忍不住发了脾气：我走的时候正好好的，现在怎么成这样了？都是老百姓冲你来砸的，上前脚抡出个耍搞头，你跟老乡们解释啊你！机场和飞机都遭到破坏，他们该怎样建立航校呢？拉起来了！我国空军的第1架飞机竟是由日本人试飞，可明明在前不久，飞机已经变成了破铜烂铁。由于当地百姓痛恨鬼子，一怒之下砸了这些飞机，还拆了不少零件。老陆准备对症下药，叫来县长给大家开会。罗县长真是有威胁啊！一声号令来这么多人，都是村干部，有什么要求啊，尽管提。等众人吃喝的差不多，县长便让老陆开口。吃人嘴短，方便展开工作，但他并没有单刀直入说遗弃的事情，反而是说有多恨小鬼子的飞机。众人都说的七嘴八舌，炸弹和毒气弹有多可怕。老陆接着大家的话往下说：小鬼子被咱打败了，他投降了，飞机也归咱八路军了，
以后啊，就是咱八路军的飞机在敌人的脑袋上拉屎下蛋。好。随后才让大家送回零件，众人却七嘴八舌，想捞好处。无奈老陆只能敲打一下。如果国军来了，地上还好说，可天上的飞机难对付，无法保护乡亲们。众人也清楚利害关系，一位老村长带头站了起来，说可以送汽油桶和车轮子。要是国民党再来欺负咱，别人我先不说啊，我先来护着你。有了第一个人带头，其余的人也纷纷表态，将零件都送回去。县长也送上神助攻，承诺谁送的东西多，就给谁大红喜报。仅仅5天的时间，机场仓库里丢失的物品基本上都回来了。这就是群众的力量，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法宝。芥川带着他的维修小组，几天的时间就修好了第1架飞机，而试飞的人自然是阿部信义。但让老陆感到不高兴的是，天皇保佑，今日飞行安全。随着飞机加速冲出跑道，机场的第1架飞机试飞成功。老陆也做起了长远打算，让孙刚安排10个人学习修理技术。光会开飞机还远远不够，更重要的是维护和保养。为了庆祝此次的试飞成功，众人在晚上举办了庆功会。可阿部信义等人却唱起了致敬天皇。他们虽然成为了我军的一员，但思想上还未彻底改变。娱乐活动停止，回宿舍准备睡觉。时间再晚，明天的工作也不会耽误的。停止娱乐活动。阿部信义听到这句话才意识到自己犯错，但川口表示不服，还带头将酒洒在了地上。次日大早，阿部信义找到老陆，向对方道歉。他很感激我军能为试飞举办庆功会。我们唱了不该唱的歌，忘记了你们的感受，在你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，对不起，请原谅。这是我见过砍价最狠的人了，老板要价20，他可倒好，一共5块钱，多1块我也不要。这么着吧，8块，好不好？6块钱，这仨我全拿走。行，6块，3个都就这么定了。来，这2人正是芥川和小野，而刚才弄来的东西是飞机上的仪表盘，这对维修飞机至关重要。2人转头吃点东西，小野却意外发现了地上的车辙印。人得飞机上。 2人开着疾跑一路回到机场，赶紧向老陆报告这个情况。现在他们最缺的就是飞机轮胎。众人顺着轮胎印一路寻找，果然在老乡门口发现了飞机轮子。孙刚直来直去让老乡捐出轮子，结果被断然拒绝。无奈老陆只能讲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贼把钱偷了装在自个儿兜里，那钱就是他自个儿。你这轮子是从凤吉浦机场日本飞机场拆下来，那飞机搁在那儿也没人管呢。现在有人管了。飞机如果没轮子，那不就等于你这牲口没蹄子吗？在得知老乡没有钱换车轮，给他钱，轮子我们拿走。另一边的川岛也没闲着，他组织这些家属成立自治会，为航空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而这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老陆洗衣服，但对方却拒绝了。我们八路军的讲的是官兵平等，那我们当干部的呢，那更得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了。大家先给我们的战士们洗啊！办航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教官虽然有，可现在机场能修好的飞机也只有5架。阿部信义提出好办法，在沈阳附近有好几个机场，但将这些飞机弄回来是个问题。不过还是先找到再说。在这段时间，老陆也一直在抓众人的思想工作，比如3大纪律8项注意钱不行，耍姑娘也不行，还有打人不行，骂人也不行。不得不说，瞿公演的这个宫崎真的可以。一路奔波过后，众人来到沈阳某机场，这里是苏军在驻守，而且不让大家进去。二拐猜测对方听不懂中文，解释也没用。老陆猛然想起可以唱国际歌，苏联老大哥果然听懂，还叫来了一位翻译。老陆提出要接手这里的飞机和装备，可军官却称上级要求留给国军。老陆让气的再次飙起4级俄语。咱们是大王历史，咱们都是布尔什维克，咱们都是英特纳雄奈尔的战士，对不对？咱们是一家人的。可军官还是不松口，无奈老陆只能说自己去参观，这才进入了机场。敏锐的芥川一眼就发现了飞机启动车，这可是个大宝贝哦！飞机发动全靠启动车，拜托了，一定把这个宝贝弄回去啊！为了弄回这个启动车，老陆和二拐为苏联老大哥准备了一桌美食，但大哥看着猪头有些疑惑。原来二拐跑遍大街小巷只剩这些东西，老陆只能现场瞎编，说这是我国请客的最高礼仪，只有客人才能吃猪头。如果有谁以后再请您吃猪的什么屁股，别的意思，那就是欺负你的。几杯酒下肚，上校也是痛快人，说啥也好办。老陆赶紧提出想要启动车，吃人嘴短，上校只能同意。只是众人高兴的有些昏头，忘了加汽油。芥川提出可以用酒精代替，他们之前还成功发动过飞机，说干就干。要最烈的酒，
那就是烧刀子，能烧到脚后跟儿。然而就在两人打酒的功夫，街上的百姓认出芥川和小野是鬼子，想将他们绳之以法。两人让下的躲在了车上，还是老陆及时赶到。他们参加了咱八路军，跟着咱们一起打国民党反动派。我们真的小鬼子的不是八路的家伙，八路的家伙。你们将成为中国的第一代飞行员，无上光荣，无上自豪，把战场扩展到天上去，在天上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。我们的肖营长终于上线，他作为抗大学员的一名，将要赶赴东北去学习飞机驾驶。首长的动员与众不同，去长白山会餐，到鸭绿江边洗澡，有雪白雪白的大米饭，猪肉炖粉条子，可劲儿造。新中国的第一代飞行员就这样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前往东北的道路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几十万国军在老美的帮助下悄悄运到了东北，抗大的学员也因此遭遇了敌击。秦汉勇受不了这群猩猩，给我拉上来！这要不是首长拉得及时，肖营长差点就没了。好在就遭遇了一次轰炸，抗大学员顺利来到火车站，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化，这是为何呢？原来老陆那边也接到命令，避开国军的几十万大军前往通化。不过在开拔前，司令员突然到访，也就是之前的旅长。哎呦，这不是俺的亲爹吗？改不了你这德行啊！司令员此番前来是给航空队布置任务，在千山七里子一带有几万汉奸勾结土匪，控制了交通运输线。东总决定联合苏军将其剿灭。有仗打了，我来。打仗没你的份儿，我大老远跑来，不是调你那几十号人的。司令员是想用飞机先侦察一下敌情，好巧不巧有一架修好了。阿部信义请命出击，但需要一名侦察员，上天的机会，老陆怎会让给孙刚？你还侦察科长，我还是旅参谋长呢，我也是老侦察。新疆航空队沿岸飞行小组，哪条拉出来都能压死你，有着吗？这直接把孙刚给整无语了。而当司令员看到老陆，也忍不住对他吐槽。起飞的时候，天皇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又天皇，上飞机啊！这是老陆第一次上天，嘴上说着不紧张，身体却十分诚实。我陆航员上天了！没有乱动！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侦察任务要完成，有阿部信义这个王牌飞行员上阵。阿布，我看见了，这帮匪徒的眉毛眼我都看见了啊！甚至还有花式俯冲，任务完成的十分顺利。司令员不禁感叹，这飞机是好用，1个小时就将侦察连半个月的工作给干完了。只是老陆有点站不稳。你眼睛啊，两个。这是阿部信义第一次立功，所有人都很开心，除了我们的孙刚政委。老陆急忙说好话，承诺下次有任务让孙刚上。下回要是再有这种任务，你要是不让我上去，我就把自己绑飞机翅膀上。不过司令员却给老陆泼了盆冷水。等延安航空队的人来了，要求老陆回去继续干参谋长。与此同时，一份命令传来，东纵要求老陆秘密转移到通化，建设飞行员培训基地，而那个地方是关东军的聚集地。为了预防万一，老陆决心先带一些战士去打探下。众人在通化城郊遇到了一伙关东军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过去。通化曾是关东军的司令部，所有人都必须要提高警惕。而这里的真实情况是，抗战之前有8000多人，抗战之后增加是2、3万人，其中有6000多人是前关东军。机场在南郊的江南村，里边的飞机已经被苏军拉走，现在还有一个班在驻扎。保卫部长准备好了一份机场介绍信和内海勋的资料，此人为我军工作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。苏军看完介绍信，热情款待了老陆等人。次日，老陆又来到通化中学，这里将是航校办公的地方。突然二拐带来消息，苏主席见面了，他们要撤离通化机场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刚刚。 3天之内，几十架大飞机就到了。你敢在这儿闹事儿，真是不长眼啊！兄弟，老陆是万万没想到，苏军刚撤离机场，一伙土匪就想来此捞油水，可见他们真是不长眼，完全不了解老陆的为人。谁不知道，这方圆百里都是鸠峰山马三爷的地，以前归谁管？我管他。现在归老子了。土匪并没有被吓到。 说马三爷现在隶属中央军，老陆听完笑出了声，先一步将枪顶在了土匪的脖子上，还是这东西有说服力。小鬼子厉害，照样让我们给打跑了。就你这几块料，随时绞了你！土匪当场认罪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狠得怕不要命的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川岛却有些不舒服，无奈老陆只能将他送往医院。他必须住下，
要输2天也才可以。可以的，都听您的啊。不久后，通化司令找到老陆，现在的情况十分不乐观，辽宁的几座大城市已经落入国军之手，现在需要凤吉堡机场的众人迅速转移到通化，而电话又联系不上，很可能是被国军特务破坏。老陆便决定连夜回凤吉堡带部队撤退。为了让他走得安心，司令员决定调一个排保卫江南村机场。但还有一个问题，关东军呢还有3万多人在通化、靖宇、临江这一带还没有交出武器，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加倍小心。是。回凤吉堡机场的半路上，老陆再次遇到了那伙鬼子，没想到军官直接上前说没有人接受他们投降，想向老陆投降。走了一路，老陆早饿了，先搞了个西伯利亚土豆。你们把武器都给我保存好。如果有别的部队来，你就跟他们说，你们已经向联军航空队的陆浩天缴械投降了。回到凤吉堡机场后，由于铁路中断，老陆提议用马车拉，这并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。当初东北航校就是用百姓的马车将拆卸好的飞机运到通化，但这种做法把阿部信义和芥川吓得不轻。你简直是疯狂，太疯狂了！八路军真敢想啊！为解决完马车问题，老陆又找到罗县长，可对方却毫无办法，顶多给他们些粮票。老陆便掏出东总首长压他。实话告诉你，这里的大车呀，就是让东总征用的。老陆又杀到了东总的后勤部，可部长也毫无办法。就在这时，东总首长出现，老陆就像是看到了救星，他急忙说出自己的困难。东总首长当即下令：你们的物资用人挑，用小车推，把马车全都给他。可是首长，执行。可车夫们听说要去通化，立马打了退堂鼓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很可能还没到车就散架了。孙刚想出好办法，那就是送每辆大车一个铁皮桶，既结实又能装油装水，卖了还能换几10块钱呢。再加上部长的助攻，车夫们这才答应。另一边的机场，系统给飞机打气，也就八路干得出来啊。与此同时，几名车夫也赶来，一听要用小马车拉大飞机，老乡当场就不干了。孙刚赶紧解释，飞机根本不沉，这个不沉，你必须拉。这么大铁疙瘩，我真拉不动啊！不是不拉。无奈宫崎解释，飞机是铝做的，根本不沉。老乡掂量了下，这才答应帮忙拉飞机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架修好的飞机。老陆和孙刚准备让阿部信义带人飞回去，两人分头行动。老陆先去通化接机，孙刚则负责马车部队。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。等老陆赶到通化的机场，便立即让战士们点火引导飞机降。到家了。阿部信义成功降落，可另一架按照时间推算，应该也到了。阿部信义在空中遇到了复杂气象，和宫崎加藤失散了。此时的两人发动机出现故障，准备紧急迫降。小日本飞机，快躲挡！加藤和宫崎也是真惨，不但飞机出现故障，还被我军好好招待了一番。两人迫降到了地面，让我军俘虏。与此同时，东航总部已经打扫的差不多，可迟迟不见加藤和宫崎回来。阿部信义有些担忧，他分析会不会发生了故障，迫降在某一个地方了？殊不知两人已经被五花大绑，送进了怀仁县总部。首长大发雷霆，说日本已经投降，两人还敢在天上遛弯。我们八路，我们的航空队。老首长可听不懂这4级中文，便让加藤去写。可看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的番号，他却是一无所知。当时我军为了保密，只有东总高层知道。宫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你的电话的，东总，给我接东总司令部。我们有航空队吗？他们在通化机场。这样，我给你转到航空队去。联系上老陆，加藤和宫崎也能洗清冤屈。而另一边的孙刚等人并不顺利。用马车拉飞机，平路上还好说，遇到过河的时候，必须要小心翼翼，否则就会酿成大祸。某天他们就卡在了土坡上，好在是老陆带人及时赶到，在众人齐心协力下，顺利将飞机推了上去。这就是人民的力量。一路上除了道路崎岖，还有土匪的威胁。看这地形，看那房子，绝对是伏击的好地方。如果土匪袭击我们，都不用下来，就在这树壳子里边一顿手榴弹把咱给报销了。老陆将部队埋伏在山里，随后给鬼子们分发了武器，让他们保卫飞机。果然就像他猜的那样，土匪来袭击了。赶紧隐蔽！与此同时，孙刚等人迅速出击，从背后端掉了土匪的炮兵。这群家伙被打得落荒而逃。此次战斗下来损失很小，缴获了4门小钢炮，还有30多发炮弹。
太好了！咱这伤了俩，那边死了30多个。好，打得好！数天的跋涉下来，老陆都是和大家一起推车，这就是我军的官兵平等齐心协力、精力不懈的努力过后，车队终于到达了通化机场。这段传奇的行军并非虚构，而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。我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阿布信义忍不住感叹：把车拉飞机，20架，全世界没有过，太神奇了。不久后，宫崎和加藤也返回航校，但孙刚发现两人明明知道飞机有故障还起飞，不免产生怀疑，这被老陆打断。宫崎和加藤为证明自己清白，请求带维修人员将飞机带回来。阿布等人吃饭的时候，再次忍不住称赞此次的壮举。这可是一次奇迹般的转移啊！中国人总是能够创造奇迹。和这样的军队进行战争，那简直就是拿着鸡蛋去撞钢铁。但川口和横田表示不服，仍觉得皇军才是最强的，而失败只是因为该死的老美参战。看来是在航校吃得太饱了。阿布信义指责两人狼心狗肺，这也为川口的叛变埋下了伏笔。不久后，老陆又带来消息，延安航空队已经到了东北，过2天就会来通化。带队的林福祥同志还有陈开明同志，都是从苏联回来的，都是敢飞行的，并且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。还有1名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，是美国培训回来的。次日，宫崎和加藤准备出发，老陆耐心地解释了孙刚的行为，这也让两人的心里好受了不少。在战士们的帮助下，宫崎和加藤顺利找到飞机，装上了新的螺旋桨。一名小战士却十分不解：这翅膀它是死的，那动不了咋飞呀？这大铁坨子上怎么还有俩车座呢？还有往上坐俩人呢？当然要坐人，不坐人能飞上天吗？随着螺旋桨的转动，飞机缓缓前进，升到空中。另一边的阿布信义再次说出天皇保佑，加藤和宫崎能顺利返回，这让老陆十分生气。你们那个天皇保佑你们什么了？保佑你们用了8年的时间打了一场败仗，连自己的家园都成了一片焦土。他下令不允许再出现天皇这个字眼，这既是对他们的思想改造，也是因为老陆即将离开。不久后，飞机成功返航。报告陆队长，飞行员宫崎英寿、加藤正雄加急归队。辛苦，辛苦，辛苦，辛苦啊！没想到邢凯歌的父亲是芥川，而原田曾参加进步联盟，后来分配到了延安，现在又是航空小组的一员。就在前不久，延安航空小组在林福祥和陈开明的带领下，来到了通化机场。老陆一一宣读任命，任命林福祥同志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，陈开明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，阿布信义同志、薛建冲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。所有人都有了职务，老陆却没读自己的任命。原来他接到东总命令，要回原部队报告。一个做梦都想开飞机的人，却在建立起航校后不得不回原部队。老陆心里的难受不言而喻。出人意外的是，李原田的父亲竟是芥川，这也太巧了。家爷，这是我儿子原田。不，现在这个中国名字叫李原田。而另一边的日本家属联合卫生队，在薛华北的组织下成立了航校医院。她是薛建生的妹妹，一同起义过来的。开饭的时候，她忍不住惊呼：“吃蛋炒饭呢！我最爱吃蛋炒饭了。这白的呢是高粱米，这黄的呀是小米，哪来的蛋炒饭？”不久后，老陆就该离开了。他叮嘱闹情绪的孙刚，无论和谁搭档，一定要好好干，不能给他们的老部队丢人。可就在老陆刚走，政委陈开明就接到了一份秘密电报：国军对航校制定了防空计划。他们不仅买通了当地的土匪武装，准备对我们航校进行武力袭击，同时在北平的南苑机场，他们还调集了一个飞行大队，专门要轰炸我们的航校。而在暗地里，国军还派出了一个叫麋鹿的特务，现在很可能已经渗透进了航校。如果大张旗鼓的审查，会搞得航校人心惶惶，这会正中麋鹿下怀。孙刚和陈开明决定秘密进行甄别，而另一边回到东纵的老陆对着司令员阴阳怪气：“我们那儿后勤保证困难，暖和的衣服先紧着日本穿。”司令员直接将自己的皮大衣和帽子给了老陆，可对方却不领情，其实就是故意和司令员赌气。没有你啊，咱们航空学校就不办了吗？2年后，没你，咱空军的飞机照样上天。延安航空小组的人那是含糊的吗？不过司令员也知道老陆心里不痛快，便决定晚上请他吃饭，有酒有肉，给老陆接风洗尘。自从回到老部队，老陆就像是霜打的茄子，每天除了练兵就是练兵。这时司令员带了个好消息，
那就是让老陆返回航校。原来林福祥等人联名给东总写信，首长亲自给老陆说情，这面子可不小。而老陆的职务是副校长兼学员队长。董总为了航校的发展，制定了8字方针：短小精悍，持久延长。再苦再累，哪怕我死了，也得为咱们这支光荣的部队插上翅膀，翱翔在蓝天。而在航校里，原田组织思想教育课，帮宫崎等人学习，但川口满脸不屑，原田只能耐心解释，要提高到为全世界人民，同时也为我们日本人民服务为高。不久后，老陆顺利返回航校，林福祥等人亲自来接他。老陆既是学员，也是校领导。某天在大街上，老陆竟发现了国军的司令部，而里边的人是一群汉奸。小日本在那会儿，天天跟在小日本腚后边转，现在原封不动成了国民党党部的了。听到门口的吵闹声，这群汉奸还敢出来，老陆直接大刑伺候，让二拐把牌子拆了拉去烧火。居然把你们这帮混混王八蛋给接收了，拉走枪毙！大军饶命，俺们哥几个也不容易啊！这烂牌子我给烧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再看见你们，见一个杀一个，杀光为止。这个狗腿子后脚就找到了国军特务孙主任，他们正密谋暗杀帮我军的日本人。孙主任在得知小弟被航校的人欺负，却要按兵不动，他担心打草惊蛇会影响之后的计划。而在这群人中，竟有川口。与此同时，山东抗大和新疆航空队的学员将要到来，老陆建议提前解决后勤问题。问题是，我们手里边拿的钱，到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。老陆便想到了一个人，那就是保卫处长推荐的内海勋。同时几天后就是圣诞节，陈开明考虑到日本人过这个节日，便准备出了一笔钱，让他们去街上买需要的东西，这也为内海勋的死埋下了伏笔。不久后，老陆找到了内海勋，希望对方能采购毛毯和被褥。保卫部长让我们来找你，说你东北关系多，帮帮忙啊！我先托哈尔滨的朋友去打听一下，如果在那个地方也买不到，那整个满洲地区就都买不到。想我吗？我想了，你看见了吗？走吧，走吧。内海勋也是真惨，刚露脸就下线了，而暗杀他的人竟有川口。巧的是，老陆和孙刚在附近。内海勋死了，追凶手。川口意外撞到了两人，立马假装自己是来买蜡烛的。可当孙刚问起有没有听到枪声，川口却声称没听到。哎，你怎么一个人了？啊，买蜡烛要很多人吗？哈哈，不要。孙刚敏锐地察觉出川口的一举一动有问题，内海勋被杀很可能和他有关系。与此同时，在航校也出现了威胁。薛建生的同学史东年突然到访，要知道他来航空学校工作，连妻子都不知道。薛建生不想找麻烦，拒绝见史东年，可陈开明却持反对意见。你不见一见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内陆神仙啊？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没想到史东年上来就吐槽，喝水连茶叶都没有。薛建生只能说条件艰苦。史东年立马抓住这个机会，说是老蒋派他来的，全是美金，够你们一家人一辈子享用尽的。哼！结果被薛建生吐槽老蒋不会办事，应该带现金。史东年此番到来就是想劝薛建生回去，如果不答应，就会有性命之危。他们的军统不是吃干饭的，但薛建生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史东年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你的孩子和夫人还得国统区。要是我的妻子和孩子受到半点伤害，就算你们到阴间做了鬼，我也会再杀你们一次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也是说说。风波过后，薛建生将此事如实禀告林福祥等人，而他之所以拒绝，是因为国军内部腐朽不堪，当年有500架飞机都没能挡住鬼子，能飞的只有91架，可以上天作战的飞行员更是屈指可数。这样的军队他只能离开。众人也明白航校已经不安全，现在必须要万分小心。同时为了保护薛建生的家人，陈开明联系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，但薛建生仍对我军飞上蓝天持怀疑态度。他们文化底子太薄了，在地面上大刀长矛、小米加步枪也还说得过去，难道到了天上还玩小米加步枪？不久后的圣诞节，航校为这些日本人特意准备了节目，林福祥校长甚至为他们演奏小提琴。可就在众人跳舞的时候，川口却悄悄离开。敏锐的孙刚立马发现了他，随即便追了上去，结果发现他去了县城的一户人家，但由于距离太远，听不到他和那些人在商议什么。孙刚便回去先向老陆报告，那儿有国民党，还有日本军人。
这帮人好像在密谋什么，在说什么我听不清。我已经派人全天监视那小子。不久后，抗大和新疆学员到来，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将要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飞行员，其中就有在日后的朝鲜战场上建功立业的王海、张基会和刘玉提等人。号子一响，群山打颤，歌声一起，惊天动地。可就在大会上，这支部队也受到了国军的特别欢迎。一支轰炸机小队袭来，混乱中，罗承恩抱起一把捷克式，引开了敌机，可他跑的方向竟是油库。别走！孙刚怀疑罗承恩是特务，引导飞机去炸油库。我是真不知道那里是油料库啊！我就随便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跑嘛！放屁！你是不是在新疆航空队被捕的时候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？你可以怀疑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！不久后，陈开明和孙刚就弄出了一份甄别名单，但老陆十分生气，因为所有的日本人都在上面，甚至还有起义英雄老薛。你认为某人有罪，就四处找证据。如果我认为你孙刚是国民党特务的话，你的一举一动也照此办理，你早就被关进监狱了。老陆的说法很有道理，特务要抓，但要控制范围。而之所以重点怀疑罗承恩，是因为他曾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部队待过，单独待过4个月的优待号，延安审查的时候就没有人能证明他的清白。而且今天学员刚报道，就有敌人飞机来袭，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林福祥制止了孙刚的继续猜测，只给了3个名额，而且不能有薛建生。跟他们打了8年多的仗，现在让我们认他当老师，扯淡！刚到航校的学员万万没想到，竟要拜这些日本人为师。肖营长和罗大自然嗤之以鼻，只有王大力能接纳日本人，因为对方已经投降。在众人争吵的时候，开饭的时间到了，结果刚吃完又是一肚子气。人家不光吃大米白面，还住好房子呢，睡得暖乎乎的，哪像我们呀，睡破教室，住大通铺。秦汉勇更是说出脏话，这直接把老陆给引过来，但他还是不服。就那么几个教员，校长、政委还得兼顾着学校的管理，不让日本教官教，谁教？是你懂还是我懂？这些学员也是需要选拔，因为飞机随便一脚油门，就是战士们1个月的生活费。林福祥特意提醒，不能定的要求过高。几人商议下来，定了个大体方向：政治是第一，身体是第二，至于文化嘛，放在第三。此次的招飞指标是10选1，淘汰的人可以编入其余部门。咱这1000人都是冲开飞机来的，那谁上谁下呀？嗨，个高的上，个矮的下呗。选拔之前，王大力等人就跑到了医院，先自己检查检查，顺便治一下自己的血压。结果一测才发现很正常。郑开渠再次闹出笑话。那院长，那到底有没有那个治个矮的药啊？同志，个矮不是病，我们这是医院，只看病。此时的老陆则忙着解决后勤问题，自然又盯上了东总的后勤部。他好话说不管用，又搬出了首长。哪天东总首长到我们航校去视察，看到我们的教员和学员军装不整，我看你怎么，没准当场就把你给撸了。而搬东西的时候，已经可以用抢来形容了。另一边的薛建生也正在进行选拔，其方式也十分独特。一个3，后面一个叉，最后一个8。3乘以8等于多少？3乘以8是啥意思？淘汰，下一位。走了。右手，左手。好，行，通过了。下一个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体检。一些视力不合格的和受过伤的战士都难以成为飞行员。不久后，第一批淘汰的名单公布，其中就有秦汉勇，原因是他身上的伤疤超出了允许范围。秦汉勇十分不服，这些疤是我们在战场上跟小日本拼刺刀拼出来的。这一幕全被陈开明看在眼里，他立马上前制止这个刺头。飞行员上天都是开着飞机，你把脚翘在桌子上，怎么着？你还真想一步登天啊？你在卖弄什么啊？在炫耀你的功劳？陈开明回头又安抚薛建生，但他更担心的是这种淘汰方式太严格，已经有1半多的学员不合格，再这么搞下去，没有人能成为飞行员。而另一边的秦汉勇根本没想明白，是死人堆里边爬出来的，身上没几个枪眼，也碰上几块皮，狗娘养的才光溜溜的呢。反了你了！爬过雪山，过过草地，经过了25000里，又打了8年日本鬼子，哪一个人身上没有伤？这就是资本吗？我告诉你，秦汉勇，在这所航校里头，轮不着你摆刺客。当晚，老陆又找到薛建生，再次商讨招飞的问题，希望能稍微放松点标准。
老陆还来了个形象的比喻，就像这吃地瓜，你地瓜皮上有点泥，你连着皮一块吃下去，它不也是死不了人吗？我会认真的考虑你的意见。不久后，最终的名单定了下来，航校终于可以开课了。同时，薛医生还准备了3个月的治疗计划，帮助被刷下来的战士们。秦汉勇自然没有在入选名单，所有人的心都很沉重。就在这时，老陆突然赶来，一来作为同学和大家认识认识，这二来就是新名单刚刚确定下来，保留了5个，也就是说新增添了5个。秦汉勇同志被留下了。而没有被选上的战士们也被分到其余部门，继续完成我国空军的建设。光有飞行员那不叫空军，只有把我们集体这每一个人组合在一起，那就是我们的新空军。我沈一飞在前线什么时候不是爷爷辈的，跑这给日本人当孙子？不飞了，不飞了，空军也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你这行为就是逃兵。我不是逃兵，我要回前线去。你的前线就在这儿。老陆和沈一飞为何要闹脾气呢？这需要从航校的条例开始说起。正式开课前，林福祥校长等人制定出了一份条例，其中明确规定了教官的权利，但宫崎觉得不太可能实行。你太天真了，你觉得他们八路会因为我们而惩罚他们自己吗？那就让我们看看吧。另一边的学员早已产生抵触心理，拒绝向日本教官敬礼，因为他们的手上染满了中国人的鲜血。要我说呀，这小日本应该见着我们敬礼。与此同时，航校困难重重，学员的文化水平较低，简单的算术和物理知识都需要补习。而最关键的问题是飞机航材。老陆提出继续去寻找，但需要苏联方面的同意，还得等几天。这段时间就先开课，而这一堂课是芥川给众人上。他西装革履，准备十分充分，可敬礼的时候，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举起了手。你们不给我敬礼，就说明不承认我这个教官，我只好请领导派别的教官来给你们讲课了。芥川回头找到了校务处，说出了学员拒绝敬礼的情况。他作为一名教官，无法接受这样的学员，而政委表示很理解。在抗战中，学员和鬼子刺刀对刺刀，现在突然来个180度转弯，换成任何人也难以接受。我看啊，先不要急于要求我们的学员，我相信我们的学员，慢慢会理解其中的道理。那这课怎么办？还上不上啊？阿部信义这时必须得起带头作用，他不在乎是否经历，课程不能够耽误，主动去上第一堂课。另一边的老陆也在耐心教育这些学员。我们对于那些投降的、知罪的、认罪的，必须以实际行动赎罪的，给我们干活的这些日本人，该不该接受和尊重他们？这时阿部信义赶来，他不要求战士们敬礼，反而是向对方敬礼，因为自己是俘虏。而这次他赢得了尊重。随后便是第一堂课，众人都十分吃惊，阿部信义写的是汉字。我们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，我们的文字源于中国。可没有一个人知道勾股定理，简单的算术也不会。阿部信义只能从头教起。脾气最差的教官是加藤，因为学员敬礼这件事情，他差点把饭盆摔了。阿部信义只能劝诫大家：我们是投降的侵略者，是俘虏，所以不要去要求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中国百姓在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太重了，我们要理解。更难办的是，在薛建生的课堂上，一些学员仍拒绝敬礼，因为他之前是国军。学员的这种做法让老陆勃然大怒。薛副校长为了革命的理想，抛弃了国民党那边优厚的生活待遇，离开了妻子，离开了女儿，架机起义，到达了咱们的延安。这样的同志不值得我们大家尊重吗？这里。薛建生的课虽然也遇到不少困难，但他足够耐心，能用简单的2张纸为大家讲解飞机为何能上天。这行了，这是往中间的。你在纸上面吹嘘，纸上面速度大，压力小，纸就会飘起来，对吧？只是加藤的耐心不太好，指责众人不应该不懂装懂，语言上也有些过激，这让沈一飞十分不服，和加藤干了起来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是欧姆定律？不知道，不知道瞪什么眼睛？这要是在我们第4飞行连成中队，老师早就2个耳光上去了。你请出去！被赶出教室后，一肚子气的沈一飞想收拾铺盖走人，他受不了小鬼子的气，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老陆一怒之下将他的被褥扔在了地上。我们建空军是给日本人建的，
我要回前线去。你的前线就在这儿，不想当孙子就把日本人的技术学到手，那你就是爷。事后，老陆又将沈一飞带回了教室，还向加藤道歉。对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可算是能正常上了。你可真行啊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了，真特务都没你干得好。老陆再度对姬无命发飙，不对是冲孙刚，其原因是他私自扣押罗承恩。就在前段时间，肖营长等人打饭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吃完东西肚子疼，孙刚怀疑是穿口，可对方也中毒了，他果断下令：我今天所有的饭菜全部封存起来，谁也不许动。是。不久后，薛医生分析出炖鱼中含有砒霜，万幸的是这从集市上买的假货，毒性不足以致命，而解毒的方法是喝大量牛奶，这对航校来说不太现实，只能用土方子，就是把馒头烤糊了，和鸡蛋一起轻吃下去。同时，另一边的孙刚也在审查，范围已经基本上确定，那就是接触鱼的人，而第一个审查对象又是罗承恩。这哥们也太惨了，刚放出来还没几天，又让孙刚带走了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原来的味道。不过罗承恩是接到芥川的命令才去炊事班帮忙，但这段时间接触鱼的只有罗承恩，而且他并没有吃鱼，因为小时候被鱼刺卡过喉咙，眼看就被孙刚定罪。罗承恩猛然想起，勺子把活动了，我就去换了一把。你去换勺子的时候，谁在鱼盆旁边？川岛干事。但罗承恩的嫌疑很大，孙刚便将他关了起来，同时准备好了一份名单送给了老陆。当前敌我斗争形势这么严峻，你可来不得办点唯心主义啊！必须采取非常手段，纯洁队伍。可老陆认为上边的全是日本教官，一旦清洗航校就会办不下去。至于被关起来的罗承恩，老陆明确下令，没有证据，把人给我放了。孙刚只能奉命行事，将罗承恩放出来，但不允许他离开院子，同时将完整的事情经过写出来。在校委会上，孙刚再次拿出了名单，但被林福祥当即否认，这航校保卫处长是真不好干。而老陆敏锐地察觉出，这很可能是特务想要的结果。敌人这么干，就是想让我们人人自危，把我们的航校搞乱。最终大家决定还是秘密进行调查，避免让航校大乱。而除了罗承恩，另一个嫌疑人是川岛。孙刚的审问有些强加罪的意思，唯一的空档期就是罗承恩换勺子的时候，但那时候食堂已经很多人。看见你又能怎么样？投毒一个小纸包，1秒钟就完事了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也得问你啊！全体跟我上机场！在新中国第一批飞行员上课的时候，国军竟又组织飞机轰炸机场。刚组装好的2架飞机不幸起火，罗承恩为救飞机当场昏倒，这让孙刚对他的怀疑轻了些。为了解决防空的问题，林福祥提出了个好主意：多焊一点机枪架，平时就摆在机场，国民党飞机来了，架上机枪就能打。同时还有另一个好消息，那就是苏联给了通行证，可以去东满大地上找飞机，解决最为迫切的航材问题。这里我们主要看老陆的小组。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，但鬼子给我们带来的伤疤无法愈合。芥川看着村子的惨状，不敢相信。日本人在这实行了3光政策。3光政策什么意思？烧光、杀光、抢光。不可能这么干。那你看看墙后边老百姓写的是什么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这几个大字是鬼子的罪证，也是我国军民抗战的决心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们征服不了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心。在我们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一个人代表不了，你一句对不起抹不掉我们心里的仇恨。此番话深深震撼了芥川，他现在才明白自己引以为傲的民族到底做了什么。不久后，众人到达了一处机场，但早已被国军占领。可惜了这里的8架零式战机。山上有人！李密！幸亏是老陆撤得够快，要不真就光荣了。而且这个地区是3不管，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是30里外朝鲜族人的村子。一路上，宫崎还有些担心国军会追击。你太看得起他们了，他们不敢。刘队长的胆子大大点，国民党的胆子小小的。这简单的对话已经证明了沈一飞等人接纳了这些日本教官。然而就在众人到村子后，却遭遇了刘三手下的土匪，对方甚至要我军的枪和汽车。我们无意和刘三爷对抗，路过此地也是公干，只是想借刘三爷的宝地，日后一定记着三爷的好。在对方不放行后，主动提出见刘三。我的面子可以，我身后几10万部队，他不能不给吧？可没想到这个刘三花花肠子不少，酒过3巡仍想对我军出手。
老陆指出不出几日，东北就会被我军控制，叮嘱刘三应该留条后路。没想到这小子是亡命之徒。以后再说以后的事情，你现在在我这儿呢，就得听我的。老陆临危不乱，现在要是怂了，那就真完了。再说我军手上的装备，那也不是开玩笑的。可刘三仍要死磕到底。这时刘三老爹突然杀出，制止了逆子的行为。原来老爹当年被我军救过，不但帮忙解围，还要主动帮我军寻找飞机。就在北边山里，有一个鬼子的飞机修理厂啊！可等大家跟着老爹赶到，这里的飞机早已不翼而飞。老爹猛然想起，鬼子投降前弄了不少汽车，将这里的东西拉到了伊兰和哈尔滨。看来是年纪大了，再加上这里早已空无一物，老陆便决心前往伊兰和哈尔滨。不过土匪为患是个问题，老陆先找到东满首长，说明了此行任务。我派部队护送，如果路上遇到小股土匪，你们不要理他，让警卫部队去解决。那太好了，谢首长。你是战机18架，还有飞机发动机、航材、照明器材。老陆等人终于找到了飞机，这都得多亏东满首长。由于伊兰和哈尔滨一带不安全，首长特意给老陆弄了辆装甲车，还准备了饭菜。宫崎边吃边讲，为大家解释飞机的类型以及飞行员的注意事项。他承诺，我受1年的训练，我们保证让你们每一个人独自飞上天。而这一路上自然少不了土匪的骚扰，但老陆丝毫不慌，就土匪的两杆破枪，根本拿装甲车没办法。没事儿，咱这是装甲车吧，刀枪不入嘛。不久后，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，众人来到了机场，可这里还是空无一物。不过老乡猛然想起，当时鬼子挖了不少山洞，8成飞机藏山洞了。您参加挖山洞了？我要参与挖山洞啊，我就活不到现在了。那些参加挖山洞的劳力，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。不久后，大家果然发现了被锁的山洞，老陆也不含糊，直接招呼沈一飞用手榴弹炸开。而墙上的小黑板赫然写着日本关东军第2飞行大队。里面有飞机，好多架，还有很多的设备和零件，我们运回去，组装起来就能上天了。突然宫崎却口吐白沫晕倒，众人这才意识到山洞有毒气，老陆便先带宫崎去医院，王大力和战士们看管山洞。幸亏是司机一路踩着80迈，这才抢先死神一步，救下宫崎的小命。不过需要留院继续治疗1个月，这让老陆有些着急。阿部信义只能打圆场，最终柴田院长保证治好宫崎。这里是通化军区医院，医疗条件是一流的，所有的医生、护士都是日本人，我们会尽力救助他。而这座医院竟会在日后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事件。出发找飞机的部队逐渐返回航校，这次发了大财。方政委在丹东搞到了3架教练机、6架零式战机，薛建生在齐齐哈尔找到了11架零式战机。不过收获最大的是老陆。在哈尔滨，他们一共找到了26架飞机，还有大批的发动机和航材。但此次寻找航材战士们出现了伤亡，大多都是遭到了土匪。我国空军的舰列离不开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，但川口这个家伙刚回来吃了口饭就出门，连和老婆做游戏的兴致都没有。他再次找到国军的孙主任，将航校的情报卖了出去，但孙主任并没有将矛头直指航校。二道江有一个共党的军火库，你们今天晚上就放火把它烧掉。川口和横田的一举一动都在孙刚的密切注视下，他猜测两人定在搞什么阴谋。至于那次的投毒事件，罗承恩和川岛已经洗清冤屈，但凶手仍然没有眉目。当晚，川口和横田悄悄袭击了军火库，后脚又找到了小野，还为这个吃货准备了烧鸡，两人自然没怀好意。你们机务部门最近在忙些什么呀？他们还能忙什么？肯定是修飞机。我那些飞机太破了，修不好了。不，那些飞机都能飞上天，也太小看我们的技术了。小野真是见了烧鸡智商急剧下线，3两句就被套出了情报。横田想拉小野入伍，还说别被我军蛊惑。小野猛然惊醒，八路对我们不薄，他们给了我们很多优待，还有赎罪的机会，你们应该知足。如果你们认为一只鸡就能收买我，那这只鸡我宁愿不要，还给你们。30号晚上要暴动，带着你的警卫排，控制机场和飞机，再拉出2挺机枪，那你可就立了大功。这群民族败类竟还敢策反我军战士，此次事件被称为通化事件，又称23事件，在历史上真实存在。投降的鬼子在国军的策动下进行暴动，东北民主联军提前掌握情报，控制了内应分子，
端掉了国军暴动指挥部，以1000人的有生力量歼灭4000暴乱分子。回到剧情，就在前不久，川口和横田接到国军孙庚尧的命令，炸毁了我军的军火库，而且在机场附近经常有陌生人活动。由于老陆在一线部队待，政委陈开明建议，如果航校发生了紧急情况，航校的指挥权就应该交给罗浩天同志。众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当晚，孙庚尧联系通化的民族败类和鬼子，撺掇他们发生暴动。杜长官已率部攻下沈阳、通化、长春、哈尔滨一线，指日可待。这群猩猩决定2月3日凌晨4点发起暴动，以闪三下灯为号，重点攻击我军司令部等公共机关。这群人中还有医院的柴田，他将会亲手制造一场惨绝人寰的命案。当晚，川口找到宫崎，透露出暴乱的事情，想拉宫崎一起，但宫崎只是受伤了，脑子又没坏。即使暴动成功了，也是一时的，我们一时还回不了国。而医院的护士已经决心加入此次的暴动，还请求川口能带他回家。怪不得这小子不和老婆做游戏了。除此之外，国军的狗腿子也没闲着。航校的警卫排长被表哥叫走，对方想拉他一起暴动。你拉出武士就是排长，100人就是连长。如果你拉出500人，那可就是营长。排长假意答应，表哥急忙找到孙庚尧，说成功策反航校警卫排长，还能搞机挺机枪。而孙庚尧早已想出一个坐山观虎斗的妙计，等机枪到手就给日本人。如果说关东军打赢了，我们就出来接管；如果他们败了，我们就走人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川口和横田想策反航校的教官，承诺等暴动成功就能回日本。两人费尽口舌都不能说服这些教官。做人要讲良心，八路这么优待我们，向八路动手，我做不到。与此同时，警卫排长将暴动事件报告司令员和老陆，带头的人就是孙庚尧和鬼子将军羽田。就在当晚开始，这次是真搞到了我军软肋，主力部队早已外出剿匪，通化县城兵力空虚。不过政委敏锐察觉出，只要山里的关东军不动，城里的关东军，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，兴不起什么大浪。司令员当即下令，派战士们进山说服山内的关东军，先稳住他们，同时联系朝鲜义勇军，拜托他们支援。剩下的就是先拿下孙庚尧。老陆当即接下这个任务，因为保卫处已经监视孙庚尧一段时间。航校的学员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八路，绝对有战斗能力。你们晚了，日本关东军已经进入阵地了，暴乱已经不可避免了。那你就等着和日本关东军一起进坟墓。国军鼓动关东军进行通化暴动，没想到刚开始情报就已暴露，老陆便带着保卫处擒贼先擒王，当即抓捕了策动者孙庚尧。这小子竟还敢口出狂言！如果你晚来一会儿，我们的位置就互换。与此同时，鬼子们已经开始分发武器，真是可怜。国军承诺的武器装备根本没送来，还在傻呵呵的卖命。与此同时，航校里的日本人被集中在了一起，但少了川口和横田。原田猜测这两人一定是参加了暴动。所有日本人都必须留在宿舍里，不准离开半步，违反者按参与暴动论处。此时的川口和横田已经趁着夜色偷偷摸到了机场，并且残杀了执勤的战士，随后准备驾驶飞机参加暴乱。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，芥川已经提前得知消息，将飞机的航油全抽了出来。他还想劝两人回头是岸，结果被一拳打倒。横田当场暴毙，川口也被老陆等人逮捕。原来在前不久，二拐突然报告川口鼓动众人抢飞机，老陆等人迅速返回机场，这才抓捕了川口。现在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，那就是通化的县大队。老陆得知情报，他们已经被国军策反。这些人有100多人，100多条枪，一旦出现问题，他们是最大的危害。对付这群家伙，老陆自然是有妙计，因为他知道这群混蛋胆子小，只要能镇住他们，那就能解决这个威胁。老陆刚到驻地，就是一副天王老子的样子，目的就是为了唬住县大队的这伙人。给脸不要脸，离死就不远，懂不懂？他更是直接拿起枪和弹药，县大队连个屁都不敢放。老陆接着又要华子，看来这群人还挺富，当然还有正事。我们民主联军的独立三旅3000多号人马，明天就要进驻通化城。这3000人马的吃住都归你们管了，赶紧把你们这些玩意儿给我收起来啊！明儿3旅的人看见你们这些玩意儿，以为你们要暴动，一顿炮弹轰平你们。带头的一听3000多人，立马吃了定心丸，坚决站在我军这边。咱这要是不知道信儿，要跟着日本人动起来，这共产党不得当街扒拉咱的皮呀！与此同时，航校的所有日本人都被关押了起来。原田为众人做思想工作，还想让他们交代出内奸的下落。
其实他就是藏得最深的特务，而这些教官并不想惹火烧身。川口和横田的事儿由他们自己负责。我们自从参加了八路，就绝对没有二心。你们想抓特务，你们就去抓，他们背叛了航校，你们不能怀疑我们呀。可另一边的川口，进贡出暴动的组织者是阿部信义，真是临死还想拉垫背。保卫部长当即下令，让孙刚把阿部信义抓来。他虽然不相信对方是暴动头目，但也只能奉命行事，这让老陆有些恼火。阿部怎么可能参加暴乱啊？他还指挥暴乱，他坐家里指挥啊？我也不相信阿部是头头，但保卫部长认定了，人必须抓。老陆绝不能交出阿部信义，他先让沈一飞和王大力去支援司令部，随后单独带走了阿部信义，对他进行了审查。这个程序必须要走。你为什么要参加暴动？我没参加暴动。谁能证明？林校长、陈政委、方副政委。但老陆为了安全起见，收走了阿部枪里的子弹。另一边的芥川主动提出审查自己，既是为了帮助我军，也是为了避免其余教官产生抵触情绪。他坚信我军能证明所有人的清白。所有的伤员全被他们杀了。400名日本护士竟对我军伤员痛下杀手。1946年2月3日，通化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件，3000关东军和上万日本人在国军的策动下，对我军发起了进攻。好在老陆提前得知情报，安排战士们驻守各路要地。而在军区的医院里，饭里边有砒霜10个人的剂量。等外边的枪炮声响起，柴田代医院的400名护士竟将毒手对准了伤员。住院的宫崎将这惨绝人寰的一幕看在眼里。我是日本人，不要杀我！我真的是日本人，求求你们不要杀我！这要不是因为他是日本人，恐怕也就交代在了这里。曾经的白衣天使已经沦为了嗜血的恶魔。与此同时，城中的战斗还在持续。我军虽然取得情报，提前部署好，但鬼子人数众多，许多战士不幸牺牲。就在双方对峙不下的时候，一支部队突然杀出，配合我军击退了鬼子。孙刚下令穷寇莫追，先巩固阵地，而帮我军的队伍正是朝鲜义勇军。奉上级命令，朝鲜义勇军前来支援。你们来了，小鬼子投降还敢这么猖狂，真是找死啊！有朝鲜义勇军的帮助，我军收拾这群小鬼子，自然是手到擒来。然而义勇军却发现了2个奇怪的人，竟是化妆成百姓的加藤和小野。我们是日本人，可我们真的是八路。对，我们是八路，我有证据，拿出来。我们现在教八路开飞机。2人顺利回到了机场。老陆夸赞了他们的勇敢和忠诚，但现在也需要进行隔离审查，和其余日本教官待在一起。加藤接受了这个命令，但他十分生气。川口和横田他们2个就是混蛋，他们这一闹，彻底毁掉了八路对我们的信任，他们就该死。还好芥川大叔明事理，安抚了众人的情绪，要不航校就会又出乱子。天亮之后，百姓们纷纷出门，一起帮我军收拾鬼子残兵。仅1夜的时间，通化县城的鬼子就被我军击退。东总下令乘胜追击，将这些落水狗彻底歼灭。一场军民联合战争打响。对付小鬼子，别那么客气。是。鬼子悉数被解决。柴田在得知此次暴动失败，他手下的这些恶魔也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闭上眼睛，回家。就在这时，我军战士赶到，看着惨死的伤员，战士们难以抑制心中的怒火，将这些鬼子悉数解决，而护士们也被逮捕。不久后，孙刚带保卫处的战士在一处日本商社察觉出了不对劲，羽田的皮鞋出卖了他。这是我的伙计，一个伙计能穿着双皮鞋，倒也不容易。这个罪魁祸首也被我军逮捕。最后我补充一下，方虎山领导的朝鲜义勇军帮我军镇压暴乱，击毙500多名日军，又活捉了3000多人。这些沾满我国人民鲜血的鬼子手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方虎山的部下将这些战犯用刺刀挨个挑死，随后将尸体塞进冰河。来年开春河水解冻，水里的鱼又大又肥，但没有老百姓敢捕，因为这些鱼是吃鬼子尸体长大的。你算老几？我倒要看看，今天有谁敢不通过东总和东北局就枪毙阿部信义？上集说到，历史上惨绝人寰的通化暴动事件，其中的鬼子川口进贡出领导者是阿部信义。虽然暴乱已经镇压，但通化保卫处长本着严惩暴乱头目和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态度，要将阿部信义当场枪决。老陆心里很清楚，阿部信义不可能是暴动的策划者，公然违抗了这个命令。可没想到第2天大早，
保卫处长亲自找到航校，老陆只能解释：我请你认真的考虑一下，人我关着呢，暴动平息以后，如果证明阿布信义有罪，再放了他也不迟嘛。可保卫处长油盐不进，无论老陆怎么承诺，他都要先枪毙阿布信义，甚至要强行带走对方。老陆也摊牌了，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他取下阿布信义的配枪，说这是东总首长送给阿布信义的。我要给你扣一顶破坏空军建设的帽子，你这个保卫部长就别当了。如果他要是暴动的领导者怎么办？那我就亲手枪毙他。此次事件得以平息，之前的视频我们提到过，阿布信义的原型是林弥一郎，此次事件也真实存在。在通化暴动后，他遭到了陷害，不过从枪口上救下他的人是航校政委黄乃一，当时黄乃一以自己的2条性命为林弥一郎担保，这在影视剧中也有体现。一条命是我个人的生命，另一条命是我陆浩天的政治生命。疯了，我就是疯了。通化暴乱被我军镇压，此次战斗中二拐的表现出色，孙刚和老陆决定任命他为保卫排排长。你现在是干部，更要严格要求自己。是。没想到二拐刚当上排长就差点闯祸，在众人排队打饭的时候，由于此次的审查隔离让加藤有些不悦，二拐说对方是日本鬼子。你骂我们日本鬼子？快干！众人被拦下后，老陆却先批评了二拐，随后给加藤讲道理，甚至还亲自向这些日本教官道歉。二拐和加藤也承认了错误，互相和对方道歉。不久后，孙刚调查出暴动的头羽田还是个双料特工，而且川口也交代出航校确实存在特务尼禄。这个特务潜伏的特别深，连川口也不知道他是谁。中国人、日本人，男的还是女的，我们都没有查清楚。我军自然不会被这个特务吓到，要继续进行教学工作，只是需要阿布的帮忙。他现在正被隔离审查，他不能来，我们就不能去吗？在这段时间，阿布信义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教学方案，可见他的思想早已改变。不久后，陈开明将配枪还给了阿布信义，这代表整个航校都无条件信任他。当然，其余的日本教官也审查结束。孙刚还向众人道歉，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。此番举动赢得了教官们的理解。这是我们航校用不同的配件组装的第一架飞机。通化暴乱平息后，东北航校逐步走向正轨。芥川还承诺在1个月之内让其余的20架飞机上天。可就在众人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孙刚却带来了不好的消息：国民党要继续北上，咱们通化可能保不住了。上级领导让我们早做考虑，转移到牡丹江去。还不等众人转移，国军的飞机就先一步杀来，对航校投下了炸弹。蹊跷的是，飞机刚出库，轰炸机就来了，很明显是麋鹿在暗中搞破坏，这对教学的影响很大。薛建生却十分庆幸此次来的是 B-25， 不是 B-24。B-24有多可怕？ B-24是一种重型轰炸机，载弹量6吨，总程5000公里。它是美军轰炸柏林的主力机型，曾经把柏林炸成了一片火海。薛建生提议赶紧转移，如果 B-24来了，航校就会遭遇灭顶之灾。但现在的问题是牡丹江机场在苏军手中，老陆主动请缨去打前站，他有丰富的和苏联老大哥交涉的经验。只要老大哥肯把飞机场给我，我叫他老大爷都行。林福祥还特意让老陆带上卓亚和川岛当俄文和日文的翻译。坐上火车，听完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再抢完大列巴面包，老陆的特遣队到达了牡丹江。罗承恩负责打探军区的招待所，没想到大街上随便一个老乡都知道，只是他有点奇怪，说路途遥远，要亲自给我军带路，只是这越走越不对劲。您这是带我们去哪儿啊？哎，军区招待所呀。哎，等等，我现在随便看看这个。你他妈八路来了！这个牛！牡丹江一带土匪猖獗，没想到就让老陆他们遇到了。枪炮声下的机械长芥川慌不择路，老陆为了救下他，独自一人暴露在土匪的火力下，结果却是幸亏是航校的学员战斗力够强，再加上手里的斯登冲锋枪，土匪没有占到任何便宜。这时苏联老大哥及时赶到，顷刻间便击退了土匪。众人急忙将老陆送到医院，好在问题不大，只是小腿擦伤和手臂错位，但伤筋动骨怎么也得休息100天。芥川很是内卷，老陆却有别样的看法。没我行，没你怎么能行呢？没你那些扑飞机怎么飞上天？你要是出了问题，我是真正的担待不起。他劝芥川不要有心理负担，这都是小事。不久后，众人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到达了牡丹江机场。卓亚上前和对方交涉，一旁的老陆按捺不住，又飙起4级俄语。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达瓦历史，哎，老陆提出看看机场剩余的飞机，没想到苏军却说仅剩1架，而且准备拆走运回苏联。老陆急忙让卓亚翻译，说飞机和机场都应该交给我军，可对方却称不可能，飞机将会运回苏联，
而且根据中苏协议，机场也会留给国军。老陆真是让气坏了。我们先到的就得先移交给我们。Ребята, мы первыми прибыли, поэтому, пожалуйста, отдайте все нам. У вас нет полномочий. 可是我们那个说了不算。无奈他只能提出见这里的最高长官。先遣队能顺利拿下机场吗？我们下期接着唠。你们要把这飞机拉炼田也不给我们是吧？是这样。没想到苏联老大哥这么抠，就在前几分钟，老陆带先遣队到达了牡丹江机场，可苏军却说这里的飞机要运回苏联，机场也将交给国军。无奈老陆只能找这里的最高长官雅钦诺夫斯基，可对方却称大部分飞机已经拆卸完成，现在正进行收尾工作，这不明摆着是抢吗？老陆心中自然有些不悦。这是在我们中国地面上的机场，机场上一切东西都应该移交给我们。可等卓亚翻译完，苏联将军却称苏军为拿下这里付出了许多战士的生命，机场的设备都要带走，算是一种补偿。老陆只能转变角度，你跟他说，苏联空军已经很强大很先进了，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结果对方却说要拉到乌拉尔炼铁，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老陆的怒火被点燃，这些飞机和设备都是可以用的，给了我们就可以装备成空军，你们却宁愿把他们拉回去炼成铁也不给我们。结果对方更是咬定了不给我军机场和飞机。老陆一怒之下说了气话，我要打电话向斯大林同志告你。Я не собираюсь выслушивать ваши угрозы. 他说如果你要告，那就去告吧。与此同时，苏军准备好了午饭，而老陆之所以和将军动怒，其实也是一种计策。该客气的时候一定得说好话，该发火的时候一定不能客气。俗话称，知道的路两边才能走在路中间。这也算摸了将军的底，而他还为大家准备午饭，说明还有戏。与此同时，川岛从这里的日本战俘口中得知了重要情报，机场还剩4、5架能飞的战机，老陆便做了2手准备：一是让沈一飞火速给东满首长发电报，请他们通过高扫向苏联方面施压；二是筹集一些钱，准备好酒好肉招待老毛。不要说老毛子啊，要说苏联同志啊，对，叫老大哥，苏联老大哥啊！可众人凑了半天还是不够，老陆敏锐地发现了卓亚的订婚戒指，现在为了空军的建设，也顾不上这么多了。这里补充一下，卓亚是林福祥校长的妻子，他自然不愿意。老陆便想出了个好办法。咱们临出来之前，老林跟我说了，如果路上的费用不够的话，就请把你戒指拿出来卖掉。他觉得戒指太小不好看，以后给你买个大的。大家可以猜一下，老林知道了会怎么想。不久后，火腿和肉就上了餐桌，自然还有美酒。苏联老大哥一个个吃的是狼吞虎咽，看来味道不错。老陆主动敬酒，将军同志，为伟大的苏联，为伟大的中国，干杯！几杯酒下肚，老陆再次让卓亚翻译，希望将军能把飞机和机场留下，帮助我军建设空军。他也急忙说好话。只有伟大的苏联红军老大哥才是我们的朋友，是我们唯一的靠山的。但将军却不想谈，拒绝交出飞机和机场。老陆的脾气也上来了，甚至提出要抢。将军轻蔑一笑，他说如果你敢动武的话，他会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抓起来。两人再次吵了起来，谈判陷入僵局。这时川岛将风琴手叫来，为众人演奏了喀秋莎，缓解了紧张的氛围。老陆也主动向将军道歉，对方也知道吃人嘴短，再加上卓亚说了些悄悄话，陪他跳了一段舞。最终将军被老陆等人的诚意感动，答应留下这些飞机。如何抢下国军的机场？首先需要汽油桶和干柴来阻止飞机降落，随后便是用我军手里的家伙好好招呼。上集说到老陆等人从苏军手中接下机场，但这本是要留给国军的，老陆对付他们自然有妙计。等国军的飞机赶到，点火！黏糊什么的还不走？这把苏联将军都看傻了，直言老陆是个疯子。而在通化机场，国军的飞机再次空袭。陈开明虽然组织众人反击，但机场的飞机损失严重。唯一的好消息是老陆他已经从苏联人手里接管了牡丹江机场，要我们赶紧组织队伍转移。此次的转移相对顺利，有火车直接到达牡丹江，不过还有10几架能飞的战机。方政委提议他和老薛带队，让日本教官开飞机到牡丹江，但孙刚持反对意见。通化暴动刚刚被镇压下去，日本人有抵触情绪，万一他们开着飞机直接投奔了国民党。孙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几位领导决定开个小会解决这个问题。与此同时，阿布等人确实出现了分歧，加藤对我军有些丧失信心。国民党他们现在有美国人的支持，可是八路呢？连苏联人都开始不支持八路。但在阿布信义看来，
我军的身上有独特的意志力，选择相信。而对于这些教官，他允许走也允许留下。另一边的小会上，对于日本人开飞机去牡丹江是3票对2票，大家便打电话给老陆，寻求他的意见。孙刚和林福祥都有些担忧。现在地面没有雷达导航，飞机上没有通讯设备，这么大规模的空中转移，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？但在陈开明和老薛看来，飞行员是一流的，问题不太大，而且这次让日本人转移，也可以证明我军无条件信任他们。老陆自然是相信他们。假设日本人把飞机开跑了，那咱就当是炸了不就完了吗？如果他们能飞到牡丹江来，咱们就抄着了吧，是不是？一套歪理下来，航校的众人决定信任日本教官，而这个结果加藤早已猜到，不免有些自大。结果阿部信义狠狠批评了他：“你把你的作用看得太高了。是，离开我们，八路军照样有办法，照样能完成转移任务。”此次飞行转移由许攸和薛建生带队，有他这个苏联来的老飞行员，问题不大。但阿部信义请求让政委和自己的助手对调，其原因竟然是：如果有日本飞行员驾机叛逃，可以直接在空中击毙我。既然组织上做了决定，就是对你们日本同志的绝对信任。你可是我们航空队的宝贝，我总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枪毙你。飞机顺利从机场起飞，可在半路上，老薛和陈开明发现下面的水域不是镜泊湖，他们可能偏航了。老薛一番大脑风暴下来分析，现在是3、4月份，风中吹的是东南风，我们有可能航向偏左。两人在地图上重新找了个坐标，待机群调整了方向。不久后，10几架飞机出现在牡丹江上空，地面上的众人立即打响信号弹，所有的飞机成功降落。而另一边的老林和孙刚则是带大家乘坐火车，但在半路上车突然停了。老林到出口投产，什么情况？原来前方是老爷岭，火车爬不上去。这时救星老陆赶到，他将如何搞到机场如实上报，只是可惜了老林的结婚戒指。这个老布尔什维克觉悟挺高嘛，实际上是我抢的，抢了可要还吧。是。俏皮话扯完，老陆指挥大火，愣是将火车推上了老爷岭。这就是我军的意志。眼前的男人为何要弄断自己的胳膊呢？在前不久，老陆为救下芥川摔断了胳膊，可当时接骨头的医生是个2把刀，给老陆接反了，这会影响他开飞机。胳膊是在，但骨头是歪的。你知道空中载荷是多少吗？是你人体重量的几倍，你根本承受不了的。老陆缓缓拆下绷带，将胳膊再次弄断。他绝不能因为这个胳膊实现不了飞向蓝天的梦想。只是这一闹把川岛吓得不轻。不久后，老林等人开始筹划新的教学工作，但国军的轰炸是个问题，而且航校内还有麋鹿这个特务。老陆想到了一个妙计，通过这个小特务，我们来调动敌人。他故意放出消息，要在明天进行飞行保养，而到了日子，却是一架架纸板做的飞机被推上跑道。与此同时，国军的 B-24轰炸机中队袭来，大家直呼老蒋就是运输大队长。咱们用一堆破木头和几张硬纸板做的飞机换取敌人的钢铁，这买卖咱们赚大了。顺便吐槽了一下麋鹿，也该让这个特务好好表演表演。解决国军轰炸问题，就能腾出手好好教训。这次许攸都上阵了，不是，是陈开明政委。他讲解飞机发动机的工作的原理，结果堂下的众人大眼瞪小眼。陈开明也意识到没必要纸上谈兵，还是进行实物教学合适点。请大家跟我来，咱们到机修库去。一个进油孔和一个出油孔，再次把大家难住。陈开明想出了个好办法，那就是点一根华子。不许叫！来！不得不说，陈开明政委的办法真多。虽然战士们基础差，但他总能想到好办法解决。很快便到了考试的日子，看老陆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大家估计也能猜出成绩如何。他甚至还想让阿部信义帮忙作弊，结果自然是被拒绝。不久后，成绩出来了，老陆就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根本不敢说话。1半以上的学员考试成绩不及格，加减乘除4则运算还是马马虎虎。到了后面，三角、几何、物理，这都一塌糊涂嘛。这并不是战士们不努力，而是底子实在是太差。老薛认为理论知识不过关，贸然上天会有生命危险。最终，陈开明提出了折中的办法：能跑的就跑，能飞的先飞，不要搞一刀切嘛。老薛也同意了这个做法。如果再耽搁下去，空军什么时候能建成，真就成了未知数。而最为优秀的一班，就成了先感受飞行的学员。秦汉勇等人还有些疑惑，琢磨什么呢？啊，咱们一班下星期开始飞行训练了！飞了！没有飞行服怎么上天？上了天你多穿点衣服不就完了吗？当年我们打日本鬼子伏击的时候，
在雪地里趴了20多个小时，没冻死啊！冲锋号一响，照样跟小鬼子拼死斗。这是我们建设空军时的窘境。至于保险带，则用麻绳代替。降落伞，校长你就别难为我了，行吗？还降什么落伞啊？吃饭还得冒着被噎死，是吧？除此之外，前后机舱的通讯问题也是用土办法解决。一根软管，一头接在学员的飞行帽，这一头啊，直接接在教官面罩的塑化器上。我试了一下，相当好使。办航校就像当年的25000千里长征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出现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。而在机场上，一般的沈一飞等人惊叹新疆航空队的学员漂亮，又一个清3点，真厉害。但郑开渠却发烧了，他十分珍惜此次上天的机会，请求大家别告诉校长。我那还有点吃剩的退烧药，我就回去先吃着。但在飞行训练的前一天晚上，又出了意外。老陆发现了鬼鬼祟祟的麋鹿，对方想对老薛下手，老陆及时开枪吓跑了麋鹿，结果自己却被打伤。由于天黑，并没有看清麋鹿究竟是谁。二拐等人听到枪声迅速赶来，老陆当即下令：凶手没走远的，封锁学校，全面搜查。老陆做了紧急手术，脱离了危险，但这也意味着他无法参加明天的飞行训练。孙刚对航校进行了排查，却是一无所获。所有岗哨都没有发现异常情况，铁丝网我也查了，没有敌人破坏的痕迹。这代表凶手绝对是麋鹿。不过老林猜测出，麋鹿对老薛下手，那一定是因为情报没送出去，明天不会有国军轰炸。不久后，孙刚又遇到了刚从机场回来的罗承恩。有人想刺杀薛副校长，你不会又怀疑是我干的吧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说是你的吗？这哥们也是真惨。天亮后，郑开渠的头还在发烧，估计秦汉勇的要过期了。不过炊事班为了此次的飞行训练，特意准备了炖肉大锅菜和馒头。只是郑开渠因为发烧胃口不好。与此同时，芥川参谋长已经开始做起飞前的准备，把太火放弹发动机下面，靠钢夹着。不久后，学员和教官全部到达机场，这将是一班的首次试飞。老薛叮嘱大家：白旗代表允许，红旗代表禁止。信号员在跑道上挥舞红旗，就是禁止降落。航空地图随身带好，起飞之前帮助地勤给飞机加油。另一边的老陆自然是按捺不住，早早换好衣服想去机场。薛医生也拿他没办法。今天是学员们第一次感受飞行，我可能在医院里头待24个小时，哪儿都不动啊。在机场，秦汉勇等人已经开始帮忙推航勇，只是郑开渠被冻了半天，发烧更严重了。秦汉勇便一把推开了他，独自推油桶。准备完毕后，秦汉勇、王大力、沈一飞还有郑开渠作为第一批人员参加飞行训练。老林为众人打了针预防针。到了空中，要大胆从容，细心谨慎，要绝对听从教官的指令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向教官敬礼。郑开渠等人都没问题，沈一飞面对加藤却拒绝向他敬礼。你在藐视教官？我没有藐视，我就是不愿意。此番剧情在历史上也真实存在，因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，平时咱帅叔咱才打，现在还给敬礼，叫老师叫我，能接受得了吗？回到我们的剧情，方政委看两人眼中的火球，赶紧让王大力和沈一飞调换，还没上天就出现了问题。一般能顺利完成飞行课程吗？稳定住飞机，向左旋转。你说什么？这要不是加藤及时将飞机拉起来，他就被甩出去了。其余的几人状态也不好。秦汉勇看飞机上没垫子，就弄了个草垫子，结果在机舱里破了。把舱盖打开，扔出去。我看这怎么像丢了个枕头。秦汉勇用料也是够足的，解决完垫子，宫崎让秦汉勇控制飞机，结果他刚接手就一头扎了下去。真的不行，不行啊！手油门，手油门，把这速开！看我飞！另一边的郑开渠由于发烧，早已快撑不住，再加上这是第一次操纵飞机，根本无法完成训练。阿部信义当即带他返航，而不愿意向加藤敬礼的沈一飞表现却很出色，仿佛他天生就会驾驶飞机。好样的，沈一飞，你是块学习飞行的好料。率先降落的是阿部信义的飞机，老陆等人十分担忧，阿部信义却直言郑开渠没有培养前途，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。郑开渠其实是有着苦衷，他在发高烧啊！发高烧？发高烧怎么还能参加训练？行了行了，你别上天了，上医院吧。随后返航的是沈一飞，方政委很看好他，希望他能成为第一个单飞的人。同时秦汉勇也被带了下来，宫崎十分生气，指责他将破草垫带上了飞机。老林狠狠批评了秦汉勇，而老薛则建议立刻把座舱安全注意事项补充进教学大纲，推行安全教育，实行高标准严要求。剩下的杨大力就更惨了，差点把加藤甩出去。
你想摔死我吗？对，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没用，一只虫说10000个对不起也是穷，伏地挺起给我做。是。这也不能怪加藤太过激，刚死里逃生，再加上他脾气不太好。另一边的沈一飞和秦汉勇看不下去，上前顶撞加藤，两人一言不合喷出垃圾话，动起了手。众人急忙将他们拉开。阿部信义十分生气：“我命令你离开这里！我不干了！”日本教官走后，方政委姗姗来迟。他本来十分看好沈一飞，可没想到这小子竟敢打教官。看你不用再飞了，回去飞行。而学员经历了此次事件，选择了罢飞。老林等人商议下决定，暂时停止飞行训练，带着情绪上天太危险。同时，老陆先找自己人身上的问题。沈一飞、王大力和秦汉勇三人就像是做错事的孩子。学员打教官，下级打上级，这在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发生过。你们想造反啊？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校领导早已调查清楚。陈开明政委劝大家应该理解在飞机上死里逃生的加藤，至于沈一飞，自然要严厉处分。飞机的每一次起落要花多少钱，你们知道吗？发着高烧上天，你们还知情不报，你们这是在挥霍人民的血汗。航校的学员第一次上天，就出现了学员和日本教官动手的事件。方政委决定好好整顿风气。另一边挨揍的加藤心里自然很不爽。教官中出现了两种声音：大教官还来的，天下没有这种道理。在这里当老师，连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，没办法要学了。一个学员的行为不代表整个八路，我们应该有一点耐心，好不好？宫崎虽然好言相劝，可加藤竟准备写回国报告，决心辞职。但提交上去后，原田很难接受这个请求，直言加藤是临阵脱逃。太可耻！我热爱飞行，热爱航校，更不怕吃苦，可是我受不了气。原田也明白加藤想要的尊重，他也知道学员动手打人不对，所以便拿出了学校对沈一飞的处罚文件，再次劝加藤留下来，把申请收回来。留下来，拜托，我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不再更改。加藤的此番做法带了一个很坏的头，一些没想明白的日本教官也决定写申请回国。小野也劝说加藤不该这么做，结果被对方辱骂。宫崎对加藤十分失望：你背叛了我们不再是搭档，你想跟我反目吗？不是同志，就是敌人。相扑比赛呢？阿部信义再次提醒众人，别忘了自己的特殊身份，不应该强求学员们。芥川大叔却认为，只有改掉骂人打人的恶习气，才能真正融入我军的队伍。可是您还沿袭了日本军队的作风，动手打自己的部下，您不觉得这非常的错误吗？阿部信义听完感受颇多，直言自己醒悟得太晚，主动向宫崎和加藤道歉，但他还是那句话，是走是留，全凭个人的意愿。如果你们真想离开，就请你们像加藤君一样写一份正式的申请，不要写上你们的怨言，就说你们想家了。阿部信义前脚刚走，老陆后脚就来了。如果说阿部给教官们的是一颗糖，那老陆带来的就是一巴掌。他先是指责众人不应该将之前的友谊变成一纸空文。如果说是想威胁我们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们还不够资格。虽然这些教官没有亲自上战场，但他们同样也有罪，是战俘。我们给了你们认罪、悔罪、赎罪的机会，你们难道连个戴罪立功之心都没有吗？我们当然有。所有人，如果一个民族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的话，谁拯救你们？我军不怕日本教官的离开，因为还有林校长等人，他们会克服一切困难，让航校里的学员飞上蓝天。不久后，众人再次召开会议，解决日本教官和学员的矛盾。信任和尊重的建立需要漫长的时间，除了调整对教官的态度，更重要的是对学员们进行思想教育。此次之外，林校长等人也决定投入教学，采取轮换制度，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不久后，陈开明就给大家进行思想教育。日本人的飞行技术和飞行理论那都是一流的，人们又愿意留下来教我，你们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当然是好事了。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好事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变成坏事呢？众人也反应过来，不应该斤斤计较之前的旧事。至于体罚教育，陈开明承诺会让他们进行改正，航校的飞行训练重新开始。
加藤教官为何会驾驶飞机启动车，吸引国军飞机追击呢？要知道他在前不久和学员发生冲突，还提交了辞职报告，这都得多亏老陆准备的那一巴掌。在航校飞行训练继续开始后，反思了一宿的加藤再次走上机场，继续完成教学工作。其实他的回国申请已经递交给校党委，阿部信义不想让加藤试飞这架刚修复的飞机。就算是航校明天批准我离开，今天我也要试飞好这架飞机。可还没等他进入机舱，国军的飞机再次袭来，众人急忙将飞机转移进机库，可这很明显来不及了。加藤却直接上了飞机启动车，因为他明白，根据战斗条例，首先攻击的是能够让飞机起飞的启动车。众人争取时间，快速将飞机进行隐蔽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的加藤教官带国军的飞机玩起了漂移，可能是跟藤原拓海学的，但汽车毕竟是汽车，很快便被追上打中。在爆炸的前一秒，加藤跳车逃生，而此时学员们已经将飞机隐藏好。国军本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，胡乱丢了几颗炸弹便返航了。方政委下令让一班救火，其他的人去找加藤。要说这群人眼神也是不好使。我在这儿，加藤教官，还得是王大力。加藤并无大碍，他冒死就下了飞机，是大大的英雄。阿部信义只有一个请求：你还承认我是你的老师，那么下面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小野吐槽肉太少，结果被芥川大叔教育，饭里的肉是不多，但隔三差五还能吃到。看看八路军们吃的什么，整天就是咸菜窝头，甚至有时候都吃不饱。我军一直把最好的东西都给这些日本人。阿部信义教育大家应该感恩，而另一边的秦汉勇等人已经对加藤改观，沈一飞更是直接找到对方道歉。我打人不对，是对您的不敬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加藤瞪大了自己的双眼，他从来没想过八路军会向他一个日本人道歉。不久后，加藤便找到林校长等人，想收回自己的回国报告。对不起，我错。林校长也希望加藤能理解沈一飞，因为这名战士的3个亲人全死在了鬼子手里，而且他在抗日战争中也多次负伤。你要的是礼节上的尊重，可他要努力放下的是杀害亲人的仇恨。一旁的原田提出可以举行篮球比赛，促进日本教官和学员的关系，这里我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迷路。另一边的老陆也在积极表现，希望薛医生能放他出院，但只要进了这里，就连林校长也得听薛医生的。薛院长同志，您让我走，我那帮同学不定飞了几个起落了，我吃屎都赶不上热闹。说脏话永远不能出院。院长同志，病号龙火队请求出院，请您批准。批准出院。某天飞行训练结束后，加藤却突然找到沈一飞，想看看对方的伤疤。现在的他已经分清了日本鬼子和日本人民，而伤疤是刺刀造成的。刺刀同时插进了我们彼此的身体，他死了，你活着。他死之前杀死了我2个战友。两人互相道歉，这也代表日本教官和学员间的信任和尊重建立了起来。我倒觉得先生现在是正当年。是正当年。陈开明政委敲的可真不是时候，而他此番到来是专门解决两人的问题。这里补充一下，自从川口被处决后，宫崎对珊珊格外照顾，两人一来二去，感情迅速升温，走到了一起。陈开明知道两人是真心相爱，航校可以为你们操办婚礼，我这个政委愿意充当你们的证婚人。可就在众人忙着办婚礼的时候，孙刚接到上级的情报，附近的土匪可能会来袭击。果不其然，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突然传来了枪声。哪儿的枪声？你干嘛呢你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那个枪声啊！咱们都来起来啊！快走，快点！啊！珊珊护士也没有穿衣服，快！没穿衣服，快点！这可坏了宫崎的好事，只能连人带被子一起抱走。此次是土匪袭击，又是老蒋从中作梗。他用金元政策买通了以谢文东为首的土匪，对我军发起进攻，战火很快就会烧到航校。这里的谢文东可不是小说里的那个，大家不要客串。我们这些学飞行的、学航空的，在地面上照样消灭这伙反动派。不久后，老陆亲自带队驻守在机场的各路要地，还不等众人聊5毛钱的，土匪就在黑夜中出现。大家拉好枪栓，等土匪靠近后，两边人同时开火，土匪应声倒地。老陆这边打得正酣，另一边的孙刚也没闲着，带着突击队埋伏在机场。果然有几个土匪出现在了黑夜中，还妄图炸毁飞机，结果被孙刚半路截胡。土匪当即下跪喊起了大爷，151时说出了情报。进机场的就我们5个人，还都到大门口去了。
与此同时，秦汉勇带队支援老陆，土匪当即被这波反冲锋吓破了胆，开始向山里逃窜，只恨自己少长了2条腿。老林果断下令停止追击，他们的任务是保卫机场。几次战斗下来，土匪知道了我军的厉害，不敢再对机场动手。与此同时，老林接到了航校的第1次战斗任务。我们这次航校派出4架飞机，参加合江军区的迁镇剿匪任务。方政委和老薛主动请缨，阿布信义也站了出来，他有空战的经验，几大主力悉数上阵。老林也按捺不住，他参加过卫国战争，和德国鬼子在空中交过手。这次任务算我一个，但这被陈开明政委拿东总首长压了下来。阿布信义便推荐了宫崎，可惜的是老陆。这第4名最合适的人选就应该是我陆老天。肉啊，现在可飞不起来啊，所以我没意见。这飞机来了，军弟！这群土匪万万没想到，我军竟有了能作战的飞机。就在前不久，航校接到上级的任务，派出4架飞机协助剿匪。飞行员定位了方政委、老薛、阿布信义以及宫崎。至于战机，我们有几架可以使用的隼式战斗机，我和宫崎使用这种战机最顺手。我们还有几架野马，我飞这种战机攻击比较得力。这里简单科普下隼式战斗机和野马战斗机。先说下隼式，它是日本陆军在2战中最重要的战斗机，几乎整个2战中都在使用，被盟军称为奥斯卡。该机与零式十分相似，采用可收放式后3点起落架，而且是第1种装备防弹装甲和自封油箱的战机，擅长与敌人战斗机格斗，但机枪口径较小，火力不够凶悍。再说野马战斗机，它被誉为2战时期的顶级武器，搭载着副油箱，火力凶猛，其任务是为战略轰炸机保驾护航。1941年被美军正式采用，广泛用于欧亚战场。整个2战期间，这种飞机共击落4950架敌机，为盟军赢得了欧洲战场的制空权。回到我们的剧情，4架飞机从航校起飞，只是这野马看起来有点奇怪。与此同时，战场上的土匪靠着攻势负隅顽抗。不久后，他们突然发现几架飞机赶来，我们的飞机来了！那他们是我们的飞机吗？老薛等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，打地面上的这些土匪宛如碾死一只蚂蚁。地对空打击过后，阿布还不忘扔下传单，彻底击溃了土匪的抵抗决心。首次实战大获成功，老林对这些学员只有一个期望：在不久的将来，驾驶着飞机冲上蓝天，为祖国和人民而战。是不久后，我们的小郑终于出院，但他落下了不少课程。好在有秦汉勇等人的帮忙。关车之前一定要轰一轰油门。为啥呀？烧一烧电嘴子呀，防止电嘴子结碳。没想到这个建议在不久后差点让小郑失去飞行资格。这时老陆赶来，为大家弄了一批闹钟，因为飞机上的航表都坏了。秦汉勇提出可以绑腿上，方便大家看时间。由于航油有限，飞行训练不够，众人便用马车来了场模拟训练。高度300，油门收到1/4，速度120，接近跑道时注意侧风。小郑第1次上天的时候，由于紧张操作出现失误，差点带宫崎一头栽下去。我拉不动推子，把手举起来。好在是宫崎反应迅速，这次有惊无险的降落，但他十分生气，指责小郑的操作太粗糙。宫崎还没下飞机，小郑就着急轰油门烧电嘴子，结果把宫崎摔了下去。此次事件在历史上也有原型，那就是飞行英雄刘玉滴，被指责也是真实存在。这个刘三是绝对不能飞行的，这个动作这个粗这个不行，这个人可不能飞行。教练员给刘玉滴判了死刑。这时一个日本教官筒井重雄站了出来，不但给他开小灶补课，还用木棍在地面上模拟飞机驾驶。在影视剧中则是方政委，他耐心教导小郑，帮其完成飞天之梦。刘玉滴在航校毕业后参加了抗美援朝，与美国空军进行生死角逐，先后击落击伤8架敌机，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、荣立特等功。飞机操作困难，螺旋桨没了啊！飞机没了螺旋桨该怎么办？关掉电源，油料放光，眼睛往外看，选择迫降地点。老陆的首次上天就遇到了问题，也是真不走运。他为此次的上天做了充分准备，甚至还用马车进行模拟训练，而且首次驾机降落的时候还得到老林的夸赞。好一个青3点着陆！不过老林却让老陆再次起航，让飞机再飞一会儿，但在半路上出现了开头的一幕，螺旋桨突然掉落，老林便指挥飞机迫降在农田，两人并无大碍，只是被老乡当成了日本鬼子。这衣服是小鬼子的，可现在咱缴获了，归咱八路军了。你别说衣服了，老爷子，这飞机也是小鬼子的，
现在缴获以后归咱八路军了，都是咱八路军的呀。不久后，芥川就带机械班赶来，他发现螺旋桨掉落是因为线动钉造成，可能是人为故意破坏，也可能是驾驶过于激烈。陆队长的操作绝对没有问题，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。孙刚认为这很可能是特务故意破坏线动钉。不久后，芥川找到了线动钉，发现被人故意破坏，而维护这架飞机的人又是罗承恩，这哥们也太惨了，每次出事都有他。芥川急忙站起来帮罗承恩说好话。这次飞行是他做的维护，可是这架飞机之前很多人都维护过，其中也包括我。孙刚认为每次都有罗承恩不是巧合，无论是之前的空袭还是食堂投毒，他的怀疑都最大。但老陆却敏锐地察觉出，你说一个特务要搞破坏，他首先最重要要干的是什么？隐藏自己，对吧？罗承恩隐藏自己了吗？这里吐槽下，孙刚是怎么当上保卫处长的？这点意识都没有。郑开明政委下令，没有确切的证据不能对罗承恩下手。现在的情况是麋鹿正转移视线，让大家把重点放在罗承恩身上。可还不等众人抓出麋鹿，总部又下命令调航校去东安。既然是非走不可，那晚走就不如早走。1946年11月，国军对东北发起大规模进攻，先后占领沈阳、铁岭，直逼四平。航校被迫转移到东安，而随着上天的学员越来越多，初教机不够用，只能用99式高教机。老薛再次持反对意见，全世界的空军都没有越过初教机直接上高教机的先例。我是飞行训练的总负责人，我要对学员的安全负责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冒险，是蛮干，这是胡闹！但空军建设刻不容缓，现在也只能冒这个险。这里简单科普下99式高教机，它是日本陆军航空兵最常用的高级教练机，在被东北民主联军缴获后，也成为了航校使用最多的飞机。其优点也很突出，飞行员视野开阔，飞行速度范围宽，机动性好，起飞着陆都很顺畅。值得提的一点是，飞机的机徽是一个红五星，中间是一个中字，这是任弼时老前辈专门设计的，是空军最早的机徽版本。回到我们的剧情，99式高教机虽然有，但能用的也很少，一些甚至有的连螺旋桨也没有。老陆想出了一个土办法，一架飞机落下来，让他去保养，把他的螺旋桨装到另外一架飞机上继续飞行训练。我国的空军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，一步步成长了起来，就连阿部信义都十分敬佩我们中国人。胆子真大，和你们在一起，我的胆子都长大了。飞机起飞后轮子出现故障怎么办？就在几分钟前，方政委和小郑驾驶战机起飞，芥川却突然发现方教官的左轮胎瘪了，可他自己还不知道。如果方政委不知情正常降落，一定会出大问题。由于当时没有雷达和通讯设备，陈开明只能找到老陆等人，说清了事情原委。你马上追上去通知他呀！是，我去组织人，做好扑跃准备。好。老陆和老薛驾驶飞机迅速追赶，好在方政委没跑多远，当看到老陆，他们也是一头雾水。好像有什么情况，稳住平飞。可隔着机舱，无论老薛怎么喊，都无济于事。无奈老陆让老薛驾驶，随后打开机舱，顶着巨大的气流，一边做动作一边解释：左机轮爆了，是不是轮胎呀？什么爆了？下面是我们的轮子吗？对，问清楚，哪个轮子？哪一个轮子啊？对极了，对记住了，左前轮。得知事情原委后，方政委带小路紧急迫降。与此同时，地面上的阿布带大家也准备好了棉被和沙子，为飞机紧急迫降。看到奇遇后，小郑按照方政委的指示操作飞机，缓缓向地面降落。落地前坐稳定，落地前拉杆迫降。飞机稳稳地停在了机场，可见方政委这个老飞行真有两把刷子，就连阿部信义都忍不住称赞：新疆航空队的老红军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厉害！只是这特效真不敢恭维，航校的螺旋桨不够用，所以只能等一架飞机用完，另一架换上。而在这段时间，秦汉勇等人正烤馒头补充能量，这香味把老陆和宫崎都引了过来。老陆提出让宫崎对众人评价：老八路，老错误，老温。在宫崎看来，作为飞行员，胆大勇敢是基础，细心柔和才是关键。当时的战士们动作很粗，宫崎为解决这个难题，便提出了一个贴切的比喻：对待飞机要像对待女人的身体一样。宫崎教官，您是结婚了，我们可不懂女人的身体啊。之后他又换了一个比喻，那就是握操纵杆的时候，就像是在握一个鸡蛋，力量太大，
鸡蛋会碎。我们学开飞机，要像大姑娘学绣花一样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老陆便带头和大家一起绣花，只是看王大力这斗鸡眼，连线都穿不上，真是难为他了。不过这种办法确实奏效，学员们的动作都柔和了不少。东野的野战军，每人少吃1口饭，少穿1寸布，也要把你们的挤出来。东野首长为何要做出这样的承诺？1946年冬季，由于国军大举进攻东北，我军的后勤供给出现困难，航校这边同样也很难，天天只有野菜饼加咸菜，除了粮食不够，更重要的是一些战士还穿着单装。老陆便决心去找一趟东野首长，可结果却是1粒粮食1寸布都没要出来。老陆这次铁了心要出粮食，他向二拐要了颗子弹，随后用枪撬开弹壳，将里边的火药吃了下去，这把二拐下意激烈。你这是干啥呀？枪药吃进肚子里边，肚子会疼，往血害。这东西是管用。当东野首长看到老陆，他是一副营养不良、无精打采的样子。老陆还说航校已经开始吃树皮，但首长也没办法。由于国军大举进攻，连一线作战部队的粮食都难以供应。这时枪药的劲儿上来了，老陆直接瘫在了沙发上，这把首长吓了一跳。是不是没吃中饭呢？这是我的中午饭，正好，来，先把这个吃了。老陆吃的是狼吞虎咽，首长的心却在滴血。人都饿成这样，这航校还怎么办呢？老陆急忙解释自己还算好的，一些学员还空着肚子穿着单衣参加训练，这可把首长给愁坏了。他绝不能让航校停办。老陆一看有戏，立马上前继续补充：我知道您这也很难，那么多部队缺吃少穿的，可我那儿确实是没辙了。这招果然奏效，首长让整个野战军每人省出1口粮，也要让航校的人吃饱。空军梦一定要做成。你们要卧薪尝胆啊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2年内给我拉出一支空军来！回到航校后，老陆训练的时候都有力气了，这就是精神食粮。此次校长带他做的是俯冲拉伸训练，目的是训练老陆的本能反应。在空战中，敌人会拼命的追杀你，只有掌握了这种本能，才能够保护自己，消灭敌人。明白。说着说着，2架野马就杀来了。我怀疑校长的嘴开过光，真是苦了一旁的老薛和秦汉宇。同时敌机也盯上了老陆，校长从他手中接过飞机，凭借高超的飞行技巧完成了紧急迫降，地面上的部队立即开火，为老陆等人争取进入掩体的时间。好在国军识趣，晃了几圈便返航了。不久后，东北局送来了粮食，他们用密山的大豆和白酒，从苏联老大哥手里换了不少粮食和棉布。不仅如此，东安行署还明确表示，从今往后将定期的给我们航校拨经费，用以保证我们的飞行训练和生活所需。你什么的干活？我八路军的干活。你今天不要再飞了，不飞就不飞。老陆为何会和脾气最好的宫崎闹情绪呢？这都是因为宫崎的评语是飞行勉强，而他之所以这样评价，是因为老陆感情生活不顺利。上天训练的时候，他有些心不在焉。下降速度太快，注意手油门，一律停飞，一律停飞，不要慌张。尽管如此，宫崎还是给了飞行勉强4个字，按照汉语的意思，那就是勉强飞，凑合飞。所以接下来的训练中，老陆跟宫崎闹起了别扭。前面是盲区，停下，停下！飞机停下后，宫崎十分生气，老陆也摊牌了。飞行勉强，不就勉强飞，凑合飞吗？你误会了，勉强在我们日语中是努力、坚持的意思。这段剧情在历史上也有着出处，那就是我军的优秀飞行员吴光裕。临近单飞的时候，他有些紧张，吴光裕越着急越飞不好。当时的教官石森便写下飞行勉强。回到我们的剧情，宫崎也是用心良苦。我强手油门，不是不让你起飞，而是我看到你的情绪不好，情绪不好强行起飞会有很大的危险。2人互敬军礼，此事也就翻篇了。但在学员们的训练中，经常会遭遇国军野马战斗机的侵扰。老薛和校长当即决定先占领攻击位置。虽然我们的飞机没有机炮，但敌人并不知道，他们肯定心虚。此次不但将国军飞机逼走，还将他们赶出了航校的空域。但地面上的特务也没闲着，经常对航校进行破坏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芥川甚至不让儿子原田来机修厂。可对方却带来了劲爆的消息：我和川岛干事要结婚了，我们的婚礼跟陆队长在一起办。老陆的妻子是薛医生，一场简单的婚礼，
促使两队新人走到了一起。同时还有另一个好消息，1周以后，一期学员放单飞。之前的视频我们提到过，原田就是特务麋鹿，他想将学员放单飞的情报传递出去，结果被哨兵拦下，因为校长和政委已经下令，放单飞前不允许任何人离开航校。很快就到了单飞的日子，方政委和宫崎负责在天上指导，校长鼓励大家，飞机在等着你们，蓝天在等着你们，希望你们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汇报。谢谢完成任务。而老陆是放单飞的第一个人，好兄弟阿布再次对他进行鼓励，结果老陆却是毛手毛脚。这个老陆啊，和我第一次放单飞时候一个样子，看把他急的。随着飞机从跑道缓缓升起，老陆飞上了蓝天。这么多年的飞行梦，他终于实现了。可就在落地后，一旁的飞机油库却突然爆炸。不好，有空气火，快去救火！很明显，这是麋鹿下的手。油库被这么一炸，飞行训练不得不暂停，因为无论是苏联老大哥还是东总，都无法援助航校。阿布信一提出可以用酒精替代航油，但结果如何无人知晓。不久后，原田带来资料，关东军曾经使用抚顺生产的无水酒精进行过飞行训练。另一份文件显示，关东军航空队在飞行训练中摔死了31个人。很明显，如果单纯用酒精代替航油，会对学员的生命造成巨大的威胁。现在需要芥川教授的操作了。来吧！方鲁教官为了掩护其余学员的离开，与国军战机同归于尽。可明明航校的航油已经不足以支撑飞行训练，飞机是如何升空的呢？就在前不久，航校的油库被炸，燃油告急。阿布信一提出可以用酒精代替，但有很大的风险，那是因为在飞机起飞和特殊情况下需要加大马力的时候，动力就会严重不足。芥川教授想出了应对策略，那就是将油箱分2个，一个放燃油，一个放酒精。起飞的时候用燃油，正常飞行的时候用酒精。用酒精代替航油在历史上也真实存在，不过改造的人是白起老前辈，他与几位工作人员努力实验攻关，不断提高酒精纯度，同时想办法改装飞机的燃料系统。最终发现，当酒精纯度到达 95% 时，可以满足飞机的飞行要求。而第一个用酒精飞机试飞的人，也是白起老前辈。回到我们的剧情，改装好飞机后，飞行训练照常进行，学员们的水平也在逐步提高，就连老薛都忍不住夸赞：行啊，小伙子，出息了啊！我就不信甩不掉你们。但地面的尚老林突然听到防空警报响起，5架野马战斗机袭来，他当即下令：马上发信号，所有训练飞机不能下降，到布林空域盘旋待命。可天上的方政委已经被敌机盯上，机炮不停地对着他开火。虽然他有着高超的驾驶技术，但飞机还是被击中。在如此危机的关头，方政委调转方向，来吧！国军悻悻退去。可我们的方政委为了空军的建设，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东北大地。放！此次事件过后，老陆提出给飞机加装武器，但这意味着起飞重量变大，现在连航油都不够用，上天作战根本不现实。校长很理解老陆的心情，但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。你以为放了单飞就可以和国民党的空军正面交锋？你们还差得远。未来空军的主力不是我们这些地面上的人，是你们。现在让你们上天，就等于断送我们的飞行事业，让刚刚建立起来的空军全军覆没。我们现在就是要卧薪尝胆，我们中国的空军一定能在未来的世界上打出自己的威风。不久后，航校再次接到任务，为4平前线空投作战地图，但校长却没有让老陆上飞机，因为他是航校的重要指战员。不久后，2架飞机就来到空中，此次是由老薛和阿布指挥，沈一飞和小郑操纵飞机，超低空飞行。根本不用多想，任务完成的十分顺利。不久后，我们的陈开明政委再次返回机场，这段时间他都在搞酒精，为航校的飞行训练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从今以后，每个月保证供应3000桶，可以保证我们航校的飞行训练使用。多余的呀，咱们可以卖点钱，也给咱们航校赚点经费。随着辽沈战役开打，航校也接到了组织作战部队的任务，但飞机是个问题。东总首长告诫老林别着急，马上组织接收队伍，准备到锦州、沈阳、长春去捡吧。锦州已经被我们的大军围得水泄不通，东总下了死命令，72小时拿下锦州。
这简直就是国民党白白送给咱们一支轰炸机大队啊！辽沈战役的结束后，我军成功解放东北，航校的众人也收缴了不少飞机和装备，其规模也逐步扩大。这都得多亏运输大队长老蒋，对面的国军可就难受了。特务不得已联系了麋鹿，这让原田十分生气。混账！为什么直接和我分析？当初有死命令，不到万不得已，麋鹿不能现身。东北完了，现在已经到了10万火急的时候。高层需要原田搞来我军航空队的布防和部署。短短50多天，国军的几个大兵团被全歼，原田怎么也想不明白，47万人，再压子也没这么快的。只是这番话被川岛听到，原田立马戏精上身。东北全境解放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当晚，原田以处理紧急文件为由，应付了川岛前往航校，殊不知自己的尸体掉在了地上。画面来到航校，原田又以加班帮忙打开水为由，支开了值班的战士。随后便化身蜘蛛侠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，一把掏耳勺，轻轻松松打开房门。原田又拿出相机和手电，开始忙活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房门打开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原田还想试图圆回来，校长让我存一份照片的档案，甚至还让川岛看文件，还说可以明天找校长质问。结果川岛却拿出了那本诗集，这竟是一份密码本，被自己老婆抓了现行。原田也不装了，我的代号叫麋鹿。我的任务是破坏航校的建设。他既是航校的建设者，也是破坏者。原田曾想回头，但无济于事。从踏上那条不归路开始，我就只能是特务，我就只能是麋鹿，没法回头了。不久后，孙刚带人赶来，带走了原田。3天后，我军还通过他，彻底端掉了特务组织。原田被执行枪决，剩下的任务就是接收机场。这可是个重担子。19仓库120台航空发动机，1305台各种机床，8部航空无线电台。老陆这次是发了大财，这也意味着空军羽翼丰满。1949年3月，航校转移到长春，这次不但有了规模，而且不用担心国军的轰炸。除此之外，正式组建作战部队，不仅是老陆，老薛也能下作战部队。空军成立混成旅，共计4个团，老陆为战斗机团团长，老薛为轰炸机团团长。1949年11月11日，在东北航校学员的努力下，新中国的空军正式成立。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，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尊严。寒战所起，敢打必胜，英勇无畏，勇往无敌。并且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投入了战斗，为我国的空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真正做到了保家卫国，抵御外敌。